小龙女被龙王爸爸生下后，6岁的她独自来警察局找家人。可当看到基因匹配信息时，警察们却吓了一跳，没想到小萌娃竟是星际帝国暴君的孩子。可黑龙陛下从未传出过有子嗣，年纪尚小的萌娃听不懂他们的争执，只能从内心莫名涌出害怕的情绪。此时的苏兰还不知道，她在陌生地方散发的害怕情绪会直接连接星际上所有的龙族。幼龙稚嫩的求救声突然在龙族的精神海中响起。作为远古种族，龙族如今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有幼龙遇到生命危险在求救，整个龙族都炸开窝了。幼龙，我族居然还有幼龙流落在外，听起来他很害怕，快把幼崽找出来。听起来还是个宝宝，声音太可爱了。星际龙族开始寻找龙崽位置，都想将流落在外的幼崽纳入自己家族。此时星际深处的帝国皇宫，沉睡中的黑龙突然睁开了一双金色琉璃眼睛，树瞳让人不寒而栗，与苏兰的琉璃眼睛极其相似。他听到精神海深处幼龙稚嫩的求救声和无助的哭泣声，血脉相连的奇妙感觉使他的心在起波澜。在岁月长河里，黑龙王莫格都是孤独的。庞大的龙身化作一个威严俊美的男人。我的孩子，是谁大胆在欺负我的孩子？男人庞大的精神海想伸手安抚这个萌娃，又怎么也触碰不到对方。书记官桑翠这时走了进来，碧绿色的眸子满是疑惑。陛下，怎么了？莫格笃定的吩咐。我有个孩子，我听到了幼龙叫爸爸的声音。桑翠，派人出去帮我找回来。他精神海中还隐约能看到小幼龙身上的鳞片暗淡无光，生命力也低得可怜，奶声奶气的嚎叫声更是让人听得心碎。我能感应到幼崽已经达到了地心，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在心里安慰，别怕，有爸爸在。星际警察局内，众警员也无法确定小萌娃就是陛下莫格的孩子。陛下有发疯杀同族亲戚的黑历史，谁也不敢赌苏兰遇到喜怒无常的暴君会遭遇到什么。于是，一番讨论下，决定把苏兰送去地心上学，可以让陛下自己找到他，同时找贝斯来做苏兰的监护人。贝斯来自雪豹家族，他也因一场意外失去了自己的伴侣和孩子。在带苏兰前往地心的星舰上，正在看风景的苏兰突然回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贝斯：姨，你会喜欢仔仔吗？苏兰6岁的人生里满是黑暗，在孤儿院被欺负，再到被养母抛弃，他真的很期待被爱。贝斯心花怒放，雪白的豹尾巴摇着，这么可爱的宝宝谁不喜欢？以后都叫我姨就好了。苏兰甜甜一笑：姨，我也会爱你的。突然，苏兰的面前出现一个小光球，宝宝，你是最可爱的，他们都会喜欢你。欢迎回到故乡。苏兰惊喜地望着他，刚想说话，小光球就制止了他。嘘，别让别人发现我们，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苏兰环视一周，发现大家都看不到这个小光球。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宝宝，我来教你怎么保护自己，来跟我学习星辰之力吧。这是你原本的力量，可以锻炼你的精神力，变强你就能保护所有喜欢你的人。苏兰高兴地回应，他想保护所有对他好的人。光球开始教导他怎么调动身上的力量。苏兰有样学样，察觉到有一股热流汇聚在他的身上，暖乎乎的，面前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他发现所有人脑袋上都有一张金色的叶子，疑惑地问向光球：这些叶子是什么？是他们的命运线。星辰之力能让你3米之内看到对方的未来，也可以规避危险。谁欺负你就去揍他。小光球对苏兰格外的纵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苏兰小小的脑袋到处乱看，直到他看到贝斯的金叶子被一团黑漆漆的东西缠上，并且有早逝的征兆，而且极有可能在这2天出事。苏兰下定了决心一般，奶声奶气地抱着雪豹尾巴：姨，我会保护你的。贝斯看着小萌娃有些心疼，以为他是从小缺少爱而缺乏安全感。好，等你长大了保护你，现在由姨来保护你。就在这时，星舰中途靠站，陆陆续续上来不少服饰华贵的人。苏兰刚好拿了块蛋糕回来，路过这群人时，有人故意伸出了腿绊倒他，同时一道讥讽傲慢的声音传来：不长眼的东西，差点撞到了我，跟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做一个星舰真是倒霉。贝斯赶紧上来护住苏兰，待看清对方面容的时候，发现是过去一直在学校跟他作对的维拉。维拉这么多年不见，当了母亲的人还对别的幼崽恶意这么大。维拉是蛇族兽人，在帝国大学时就很是高傲，所以2人意念一直不合，也时常会发生争吵。苏兰一眼就看到了维拉身上的故事线，就是他导致贝斯家族破产，最后跳楼身亡的真凶。苏兰气鼓鼓地探出头来：咦，他坏，不要跟他玩。维拉一看是贝斯，想到往日的恩怨，继续嘲讽：这不是贝斯吗？当年多威风，怎么沦落到荒星去当医生了？维拉当年一直生活在贝斯这个天才少女的阴影下，所以心里对贝斯一直有股怨念。待看清苏兰的脸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尤其是这双如星辰的金色琉璃眼睛，怎么有点像陛下？维拉的家族与皇族有往来，有幸见过龙王莫格，这双金色琉璃眼睛是皇族的特征。维拉不可置信地问：这是你的幼崽？你一个雪豹族？贝斯皱眉将苏兰往背后藏了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别惦记着别人家的幼崽。待维拉回到贵族建仓后，苏兰认真地对贝斯说：咦，你要小心，那个坏阿姨她会害死你。我看到了。小光球告诉苏兰，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真实存在的未来。贝斯姨姨对他这么好，维拉坏，他想保护贝斯姨。贝斯震惊的抱尾巴一甩一甩的，他本以为这是幼崽的幻想，当他发现苏兰嘴里说出的东西都和雪豹家族的机密对得上，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兰兰，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的细节吗？想到苏兰可能是莫格陛下的女儿，这种看清未来的能力也很可能是皇族隐秘的技能，心中多了一些幸福。苏兰又将他看到的细节说了一下，紧接着又看向贝斯：姨，我不会让你死的，姨会保护自己的，也会保护兰兰。当务之急，贝斯得尽快回去跟家族商量这生死存亡的事情。第2天，贝斯带着苏兰回到了雪豹家族，等在门口的姐姐卡莎激动地向他们走来：贝斯，你在外边这么多年总算回来
的，你怎么还带了个灵族的幼崽？贝斯顾不得酗酒，将苏兰的身份和说的话全盘托出。大哥托尔蹲下来盯着苏兰，陛下的幼崽吗？听说陛下那一脉战斗力惊人，预言倒是第一次听说。基因匹配那靠谱吗？苏兰看了一眼这两个人，发现这些毛茸茸的大雪豹，一个个都会惨死。叔叔，你是雪豹军火企业的总裁托尔，会被人污蔑通敌叛国，把军火卖给了虫族，被判处死刑。漂亮姨是大明星卡莎，在戴娃综艺里被污蔑，伤害了全星际喜爱的幼崽索菲亚，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惨死在了路边。苏兰如数家珍，将他看到的未来全都说了出来。他每说一句话，托尔和卡莎的脸色变难看一分。贝斯在旁边插话道：“黑蛇家族这些年一直在跟我们作对，还以为是上学时候的毛病，没想到是在谋划我们家族。就因为上学时压他一头，就惹来这些灾祸。”托尔赶紧朝着苏兰说的地方去查，发现黑蛇家族早盯上了他们家族旗下的产业，于是开始暗地跟黑蛇家族较量，把所有可能致他们灭亡的钉子全部拔除。黑蛇家族损失了不少人，又不敢声张，吃了个哑巴亏。黑蛇家族近些年得罪了不少人，一旦被人发现谋害的计划，肯定会被众人围攻，撕成碎片。不管黑蛇那边如何恼怒，苏兰的举动救了雪豹家族一命，瞬间所有人对他的好感度拉满。兰兰真是我们的福星，没他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别管他抛弃幼崽的无良疯爹了，我单方面宣布，兰兰就是我们雪豹一族的幼崽，赶紧上户口，这样别人就抢不走了。众人议论纷纷，都想把苏兰留在家族。贝斯为苏兰的未来思考了很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兰兰，作为你6岁的奖励，你该去上学了。厌学的苏兰可爱的小脸垮了下来，我不要上学。贝斯心中纠结，他有心想将苏兰留在身边，但对渴望有家的苏兰不公平。贝斯希望苏兰永远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听说入学测试时陛下会亲临，兰兰，莫格陛下大概率是你亲爸爸，你可以去看看他喜不喜欢你。苏兰也在别人的讨论里知道，疯子陛下莫格可能就是自己的爸爸，大家都说爸爸很疯，性格阴晴不定，见面很可能会杀了自己。苏兰天真的看着贝斯，我有姨也是一样的，我在姨这里就很好，爸爸如果喜欢我，早就会来找我了。贝斯安抚苏兰的焦虑，兰兰放心，姨会保护你的，不管你要不要去找爸爸，你也要去上学学习控制精神力，这对你同样也很重要。贝斯也不敢揣测那个疯子皇帝的心思，如果到时候暴君真闹出什么事情，看在他们雪豹一族的份上，也应该可以将人保下来。此时小光球也适宜的来到苏兰身边，宝宝别担心，你爸爸要是讨厌你就打他，乖宝宝要好好学习，才有能力保护想保护的人。在一人一球的劝说下，苏兰一口答应了下来。得知小萌娃要去上学，卡莎和托尔也十分不舍，两人一个公司总裁，一个大明星，都纷纷要去送兰兰上学。在去地心学校的新建上，苏兰就被3根毛茸茸的雪豹尾巴围着，一路到达学校。苏兰他们的到来，因卡莎的名气引起了一点热议，都在嘀咕雪豹家族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受宠的幼崽。登记完报名之后，校长开始宣布入学测试的规则。兽人体质强，需要经过测试择优入学。第一个测试主要为精神力，帝国精神力一共从1级到 SSS 8个等级，只选取排名前1000的学员。第2关是一些基本的文学测试，第3关比较复杂，需要幼崽组队进入试炼之森做任务。这一关也是莫格陛下会亲临看的关卡，星际同时会直播着精彩刺激的画面。苏兰报名排队，听着一堆规则昏昏欲睡，旁边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好奇地看着他，我叫泽维尔，雪凤一族的人，你是谁？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苏兰循着声音看去，看到泽维尔身上的金叶子，这个叫泽维尔的幼崽是雪凤家族元帅的独子，因成年后被最美的蛇族雌性爱慕，他却无动于衷，导致被蛇族雌性污蔑倾国人，名声毁于一旦，在战场上被极度的情敌刺死。苏兰咂舌，太惨了！我是苏兰，叔叔姨姨们带我来上学，给你好吃的。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递给泽维尔。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突然人群里有人惊呼了一声：“是苏菲娜！”她跟直播里的一样可爱，穿着粉嫩的可爱女孩，从私人星舰上走了下来，眉宇间的自信蛮横，一看就是千娇万宠的大小姐。苏兰看着苏菲娜光芒万丈的样子，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苏菲娜，她是不是比我可爱多了？泽维尔看了看苏菲娜，又看看苏兰，她没意思，你比她可爱多了。黑蛇家族的苏菲娜脾气太差了，还很小气，她不想跟他玩。还是苏兰大方，可能是他们两人的目光太过专注，苏菲娜的目光也跟苏兰对上。看到苏兰的长相，苏菲娜想起了母亲给自己的画像，还有对自己说的话。苏菲娜，我的好女儿，很快你就会遇到一个夺走你一切的幼崽，我画给你看，遇见到他千万别客气，把他弄死。看起来像只脏兮兮的蜥蜴，这种不起眼的人怎么夺得走我的东西？苏菲娜不屑地想到，她顺风顺水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能比得过她。此时校长开始宣布测试开始，精神力测试由校长亲自负责，按入学名单一个个上去握住精神力检测器，一般 B 级以上的精神力都能留下来。身边的泽维尔精神力等级也出来了 ，S 级，在整个幼崽里也是屈指可数。苏兰开始担心自己的精神力，贝斯姨姨只说自己精神力不错，可能有 B 级，应该可以通过入学测试。小光球在苏兰身边转了一圈，对这学校的条件很嫌弃，宝宝，你的精神力只会比他们都强，这里的机器也太老旧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检查出你最高的等级。要不是当初出了点问题，苏兰也不用吃那么多苦，还要在这落后的学校念书。测试很快就到了苏菲娜，所有人都看向了她。苏菲娜骄傲自信，像只小孔雀，走上前将精神力注入到机器当中。校长看到苏菲娜精神力一路往上飙升，激动地向众人宣布结果：苏菲娜精神力 SST，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6岁就有 SS 级精神力的天才了。下一个精神力测试学员苏兰。小奶娃听到了自己名字，在一堆人的加油打气声中走了过去。校长瞥了一眼苏兰的资料，发现是优秀毕业生贝斯带过来的幼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你就是苏兰，真是个可爱的幼崽。看到苏兰的脸时，他心里也暗暗惊奇，这个幼崽的眉眼太像陛下莫格了。如出一辙的金色琉璃眼睛，但陛下至今未婚，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是看苏兰的精神力结果吧。苏兰站到了检测机器面前，调动身上所有的精神力握住机器，砰！因为扛不住苏兰浩瀚的精神力，机器差点当场炸掉，精神力1秒飙到了等级的最高处。校长瞬间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居然能看到6岁的幼崽，精神力居然就有 SSS 级。上一个还是幼崽时期的疯子皇帝莫格，难道是机器坏了？校长找来了技术人员排查，是哪里出了问题？众人窃窃私语，都在讨论苏兰的精神力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公布？他的精神力有什么特殊的吗？难道是最废物的一级？维拉得意的嘴角微微勾起，果然是下水道里随便捡回来的蜥蜴，怎么比得过我的女儿？看来是他多心了，这么差劲的幼崽，又怎么会是陛下的孩子？很快，技术人员排查完毕，跟校长报告了检测结果。检测机器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因为学员精神力太高，机器检测不到，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校长大受震撼，居然不是机器有问题，而是这个幼崽的精神力太高。随着校长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种可怕的猜测在众人的议论当中出现了：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他的精神力等级比苏菲娜的还要高？不可能，再高就是 SSS 级了。他还这么小，能有那么高的精神力？维拉本来得意的表情渐渐阴沉了下去。难道真是 SSS 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陛下缺继承人，要是这个幼崽真是那个疯子皇帝的，以后所有的荣耀都跟他的苏菲娜没关系了。维拉看向苏兰单薄的身影，眼神有些阴狠。苏菲娜，妈妈会帮你处理好所有的敌人。校长终于从震惊中缓过来，激动地向所有人宣布：苏兰精神力 SSS 级。听到苏兰的精神力等级时，在场的人一片鸦雀无声，居然让他们目睹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苏兰听了他人的赞美，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认可，他非常开心，奶声奶气地问校长爷爷 ：SSS 级很厉害吗？他来到星际还不到1个月，想了解多一点，可以变强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校长看着天赋出众的幼崽，满心欢喜：你是这里最优秀的幼崽，等你长大也能变得跟陛下一样强大。校长看着苏兰那双熟悉的金色琉璃眼，他心里也开始怀疑了：这个幼崽真的跟陛下没有关系吗？居然有人放着这么可爱的幼崽在外边吃苦，真是渣爹啊！正在赶来学校路上的莫格打了个喷嚏，谁骂我？他当这疯子皇帝杀了很多人，怎么骂他都习惯了。莫格现在更在意自己流落在外幼崽的消息，已经1个月了，全族出动掘地3尺都没找到小龙崽的身影。转头对旁边书记官桑翠问道：书记官，你说我的孩子有可能会在入学测试里出现吗？精神海里出现的小龙崽，年纪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书记官提出他有可能参加地心学校的入学测试，这才抛下政务过来碰碰运气。桑翠就是因为莫格天天问，太烦了才随口一提，只能昧着良心回道：10有8、9的可能性。莫格满意了，在路上他继续思考龙崽的来历，他感觉自己忘记了很多东西。此时在入学测试里，大家的风向都变了。苏兰这精神力前程不可限量，哪怕不结交也不能得罪，看起来快破产的雪豹家族很可能要崛起了。苏兰第一回被这么多人包围着，有些不好意思。苏菲娜被冷落在了一旁，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夺走关注的落差。维拉抱住苏菲娜，在她耳边说教：苏菲娜，看到了吗？苏兰就是个坏种，你对她放松警惕，对她善良，她就会得寸进尺。妈妈，我知道了，我不会输的。第2关的测试没有人比得过。第2关比文化测试很快就开始了，这关考的是关乎兽人精神力使用的古文，追求力量的兽人吟唱不同的古文咒文，可以发挥出不同的能力，这是苏菲娜的强项。开考前校长提示，这次出题人是有名的古文教授，在没有亲眼见到星际的古文之前，苏兰心里是忐忑的，怕让贝斯姨姨他们失望，亲眼看到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所谓的超纲古文其实是中文汉字，苏兰在孤儿院的时候就学习过，才几分钟的时间，苏兰就填好了，无聊的东张西望。待看到自称天才的苏菲娜，看着题目都明显紧张了起来。苏兰内心有些疑惑，有这么难吗？无聊的苏兰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直接开摆。熟睡中的苏兰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自己待在一个蛋壳里，附近到处都是厮杀声和惨叫声，他附近来了几个人，正在讨论着他。死胎，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倒是省了我们亲自动手。死得好啊，活着会影响我们的计划，那这个蛋丢哪里？丢到太空去，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垃圾。那个疯子醒来后也不一定记得这件事。苏兰察觉到他们的杀意，完全不敢动，不知道哪里来的金色小光点一点点汇聚在他的身上，伴随着哄睡的温柔安眠曲，苏兰逐渐沉睡了过去。扑通，当心脏的第一声跳动响起，蛋壳内有了光，他有了生命。睁开双眼，就看到一个泛着金光的银色发丝女人，满脸不舍地看着苏兰：我得走了，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来找你的。就在苏兰想去追赶的时候，被一道洪亮如钟的声音吵醒了。时间到，收卷了。苏兰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心里还在回忆梦中的温柔女人，感觉她很眼熟，但是不记得她到底是谁了。贝斯他们将苏兰睡了一局的表现看在眼里，有点担心萌娃受到打击，安慰道：填完就好了，重在参与，不用太在意输赢，很快成绩就出来了。贝斯带着苏兰在榜单上翻来覆去的找名字，苏兰踮起脚尖指向了最高点，咦，我的名字在这里。贝斯沉默了，苏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1名的位置上。苏菲娜错了一道题，屈居第2名。苏菲娜很不服气，出言指责苏兰，刚拿起笔来就做完了，还全对，你是不是作弊了？苏兰小骄傲，我没作弊，就是很容易，一下子就填完了。校长此时站了出来，苏菲娜，你是质疑我们学校的
的公平吗？你做不出来不代表别人也这样，这里不欢迎你。维拉见苏菲那被斥责，不宰心切的他借着陛下的名头施压，你是校长也不能包庇作弊的人，何况今天是陛下亲临的日子，我在陛下面前能说得上话，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怎么这么热闹？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打断了他们之间紧张的局势。苏兰好奇又紧张的看向了打断了他们谈话的人，这就是自己基因上的生父吗？一个墨发金童的俊美男人从星舰上被簇拥着走下来，身着军装，周身气场看起来十分危险。他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将所有人的表情收入眼中。怎么回事？我刚来这里就这么热闹，有什么趋势不如跟我说一下。莫格的出现引得大家都露出狂热崇拜的目光。校长将他们这里的事情一一说出，让莫格定夺。一点小事，调出监控不就知道了？谁作弊，谁污蔑，一目了然。维拉担忧莫格会和苏兰牵扯上，赶紧岔开话题。不用调监控了，可能是我们看错了，还是别耽误幼崽们的入学测试。苏兰远远看着莫格不敢上前，看起来好凶哦。贝斯也不敢让苏兰贸然出现在莫格面前，毕竟不知道他的真实心思，还是以入学测试为主。第3关的考验是去专门给幼崽准备的试炼之森，杀掉怪物，拿到他们守护的太阳之花，按太阳花数量来进行排名。星际里的兽人都崇尚武力，所以幼童时期的崽崽就会开始接触运用精神力，开始武力角逐。为了保证安全，需要3人组队小组，还有移动监控全程直播，大家都在到处找队友进入试炼之森。此时直播也开始了，全星际的人都在围观幼崽。听说这次苏菲娜会出现，可爱死了。泽维尔也不错，可惜了他们2个玩不到一块。听我姑姑说，这次入学测试第1名不是苏菲娜，而是被一个叫苏兰的幼崽夺走了。苏兰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星际网民当中，大家对他褒贬不一。维拉在角落里给苏菲娜塞了一个试管一样的东西，这个给你，在测试里要是感觉比不过苏兰了，就找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砸碎它。淡绿色的试管里面有一只老鼠大小的奇怪野兽，察觉到体温，红色的瞳孔睁开，怨恨的目光盯着苏菲娜。苏菲娜被吓了一跳，险些把手里的试管砸落在地上。妈妈，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好可怕。她有种预感，里面的东西很危险，一旦打碎会放出来不得了的东西。别怕，这是帮你获得第1的东西，妈妈不会害你，只要能赢。维拉从来不吝啬各种手段。苏兰看着幼崽们纷纷找到了队友，内心有些着急。在这里他只认识泽维尔，泽维尔主动找到了苏兰，没人愿意跟我玩，我们组队吧。苏兰听见组队邀请，毫无犹豫就应了下来。第一次跟陌生人组队，苏兰还是有点小紧张。不远处又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我是仓鼠家族的爱莲，我们家族的天赋可以最快速度找到宝物，不过我的战斗力不太行，你们愿意跟我组队吗？仓鼠比起大多数兽人太过弱小，爱莲到处找队友都没有人愿意。苏兰盯着爱莲毛茸茸的耳朵，笑得温暖。好呀，那我跟你一起组队，我罩着你。爱莲感动得一塌糊涂，居然有队伍愿意接纳他，他一定会努力找到太阳花的。3个人准备好就踏入了试炼之森，一个蓝色的小光球飞过来，会全程跟随苏兰3人进行直播。苏兰他们进入试炼之森的时候，离莫格的位置比较近，莫格察觉到了血脉深处不同寻常的触动，目光瞥向了苏兰的背影，一阵愣神。刚刚过去那个幼崽是谁？他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桑翠，这么可爱的幼崽，会不会是我家的？那双眼睛不要太像他。桑翠此时有些麻木，陛下这一想幼崽病又犯了，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已经不下100遍。桑翠轻咳一声，陛下，在场的幼崽资料我已经提前看了，这位叫苏兰的幼崽是雪豹家族贝斯家的，刚从荒星回来不久，应当不可能跟您有关系。莫格有些失望，不是吗？他又认错人了，原来苏兰是雪豹家族的孩子。莫格皱眉，那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哪里？一想到他的孩子还在看不到的地方吃苦，莫格心里越发烦躁，眼中一道红光闪过。桑翠大惊，立马从随行包包里掏出一根镇定剂，扎到了他的体内。陛下，陛下，清醒一下，这里到处都是幼崽，你不能在这里发疯，万一小公主在人群里被您伤害了怎么办？最近陛下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样下去莫格迟早会退化为没有理智的野兽。莫格眼中的红光收敛起来，是我失控了，你说的对，在找到他之前我要保持正常。他想在还有理智之前找到他的孩子，给他世上最好的一切。几年前莫格在战场上对付他们的死敌一手，身边的亲卫尽数牺牲，最后他孤身一人灭了上万异兽，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濒临死亡。救醒之后便会时不时失控。这时不少人已经涌进直播间，想在直播间看可爱的幼崽治愈一下。苏兰3人小队的直播间也涌入了不少人，可爱的3个幼崽，一亲亲，看来看去还是苏菲娜可爱，就是他抢了苏菲娜的第1，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直播间吵成了一团，莫格看到他们在指责苏兰，眉头一皱，任性了一回，将他们禁言10年。苏兰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对全新的世界无比好奇，东张西望。附近幼崽一进来就控制不住变成了自己的兽人本体，到处乱窜。苏兰当了好几年普通人，这时也没有一点变成龙崽的本能。小光球跟了进来，看到了苏兰的苦恼，这个只要你想，意念中默念就可以随时变成本体。我也挺好奇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苏兰盯着监控器还不想变，直觉告诉他当众变成小龙崽，以后会有更多人想捏他的小脸蛋。这时小仓鼠爱莲突然发声，我闻到了太阳花的味道，跟我来。爱莲变成小仓鼠后的嗅觉相当灵敏，肥嘟嘟的身影跑得飞快。只见他带着众人跑了一小会儿，就看到一个宝箱正孤零零地待在一个小山坡上。3人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悄悄打开宝箱，一枚太阳花正躺在红龙当中，在阳光闪烁下金光闪闪。龙族本来就偏爱奇珍异宝和金色的生物，苏兰刚想伸手去拿太阳花，就在这时，在他们头顶的参天巨木上，一道黑影悄然接近了苏兰他们，张开了血盆大口冲着他冲了过来。
泽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到来，立马化身一只玄色赤瞳的小凤凰，将苏兰和爱莲抓起来躲过偷袭。是有毒的异兽，别被他们的毒液沾染到。苏兰感觉自己的衣领被抓住，飞了起来，地上的东西瞬间变得渺小，飞起来了，太好玩了！众人看不到的小光球也及时提醒，你变出兽体也能飞，那是你天生的能力。这是 S 级傀儡兽，小心别受伤了。苏兰好奇地看着地上扑空的 S 级傀儡兽狂蛇，巨大的蛇身缠绕在树上，就像真的树枝藤蔓。S 级狂蛇的出现，让苏兰小队的直播间涌入了不少人。S 级傀儡兽，这是什么运气？第一次遇到这么倒霉的，惨了！哪怕是成年兽人对上 S 级傀儡兽，都不一定打得过。维拉看着苏兰直播间的情况，嘴角愉快地勾起，看来不用我们出手，就能将苏兰他们淘汰掉。泽维尔和爱莲还在跟狂蛇缠斗，很快两人身上就挂了彩。苏兰见他们受伤，自认为是三人中老大的他，将两个护在身后。这些人都是我罩的，大蛇，不许你伤害他们，不然把你做成蛇羹。狂蛇一看是个小不点，直接扑向了苏兰，想给他一个教训。附近的救援小队紧张到了极点，准备随时出手把几个幼崽救走。苏兰按小光球教的战斗方式，将身上的精神力凝聚在掌心，一巴掌扇向了巨蛇。狂蛇还没反应过来，一道怪力冲他飞了过去，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吐了一口血就没了。狂蛇周围掉出几块绿色的星河，被苏兰他们触碰到，就化作了他们的力量。苏兰眼前一亮，甜甜的，像我爱吃的果糖。我们继续去揍他们吧。泽维尔和爱莲目瞪口呆，苏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的？爱莲泪眼汪汪，老大，我将永远追随你，只有你不嫌弃我是仓鼠。苏兰骄傲地拍拍胸脯，你们都是我罩的。直播间的观众也震惊了，一巴掌一个 S 级傀儡兽，如果我跟他对上，恐怕我也要东一块西一块吧。这是什么天赋能力？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泽维尔变回了人形后，一言不发躲在了树林里。很多人都觉得我的样子很可怕，我不想吓到你们。雪凤家族的人大多都是雪白的模样，只有泽维尔是家族的异类，所以泽维尔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怪胎。苏兰伸手将他从树荫下拉出来，才不是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都是我的好朋友。爱莲也连忙上来附和，要不是你我就得进医院了，下次再带我飞高高。泽维尔看着苏兰他们温暖的微笑，带着阴霾的脸上也难得出现了笑容。谢谢你们，这次遇到了不会嫌弃他的伙伴。莫格盯着苏兰使用的力量若有所思，这个幼崽的天赋技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莫格一开口，桑翠心里就咯噔一次，眼神有些幽怨，手里紧捏着镇定剂，迅速盯着他，生怕他又开始犯病。桑翠1个月起码有30天在写辞职报告书，主要是这时常发病的上司，惹得他每月月事都要多待几天。莫格看到桑翠的眼神，呵呵一笑，不是那个意思，他这个能力很独特，是星辰一族才有的独特能力，我好像在哪里见到有人用过。星辰一族在星际当中非常神秘，据说星辰之力的化身在星际当中更接近神的存在。莫格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感觉是很重要的人。桑翠愣了一下，可是星辰一族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天赋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幼崽身上？莫格沉思片刻，可能我记错了吧，我的记忆至今还有缺失，医生对我的情况也束手无策。莫格继续看直播，看到苏兰笑嘻嘻地拉着泽维尔的手，心里突然特别不爽，这不是元帅家那臭小子，怎么跟女孩子手拉手，像什么样子？桑翠差点翻白眼，陛下，他们是队友。苏兰还和爱莲手拉手，你现在很像介意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小白菜的老父亲，这书记官的工作真是越来越难做了。莫格理直气壮说道，以后不能随机组队，都得我亲自过目。试炼之森中，苏兰在狂蛇那里尝到了甜头，对战斗变得非常热情，一见到太阳花和异兽，他就跟见到了金币一样，冲上去就是一巴掌，一连干掉了好多异兽，太阳花数量也拿到了12朵，碾压苏菲娜的9朵太阳花。苏菲娜这边看到了雄兽3兄弟的队伍擦肩而过，他动起了歪脑筋，你们几个过来。雄兽3兄弟是苏菲娜的粉丝，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我问你们现在有几个太阳花了？雄兽3兄弟有些尴尬，只有1块，可能我们要被淘汰了。苏菲娜提出自己的建议，苏兰那边有12朵，怎么不去问他们要？试炼之森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的太阳花，不管是什么手段，都是算作你们自己的。雄兽3兄弟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一咬牙决定干，转身就去找苏兰他们了。看到有冤大头去找苏兰麻烦，苏菲娜心情好多了。苏菲娜的直播间热闹了不少，我们的宝宝怎么这么可爱，这么聪明？这不好吧？这么小的幼崽抢东西，只要足够可爱漂亮，就会有不少人愿意帮忙开脱。苏兰他们在继续寻找下一朵太阳花的时候，雄兽3人凶巴巴地站在苏兰面前，站住，把你们的太阳花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爱莲虽然身体娇小，但胆子不小，双手叉腰就开始训斥，你们这是抢劫，是霸凌，这是不对的。雄兽3兄弟上前一把将爱莲推倒，强者为尊，这是规矩，没有用的小仓鼠还敢质疑我，小心我揍你。苏兰气呼呼站在爱莲身边，你们不可以欺负我的朋友，他们2个都是我罩的。泽维尔直接想动手，把他们打趴下吧，既然是规矩，那就打赢他们，让他们把太阳花上交。幼崽队伍遇事不决，武力解决。直播间看着两边幼崽准备打起来，众人愉悦地吃起了瓜。看戏了，看戏了，有请第一位受害人。这3个小伙子路走歪了，苏兰一巴掌扇死一只 S 级傀儡兽，我都怕他们扛不住一场。屏幕外看直播的莫格见门一竖，冷哼一声，棕熊家族就是这么教幼崽的。桑翠让他们的监护人去好好学习怎么教育孩子，不然别在地心混了。桑翠已经麻木了，不再做挣扎。是陛下，心里暗暗翻着白眼，这个幼崽又跟你没关系，在这里当老父亲。苏兰这场战斗刚开始就结束了，他尽量控制了自己的力道，跑过去一人一巴掌就结束了战斗。苏兰跑到他们面前，你们输了，把你们的太阳花给我。雄兽3兄弟被打懵了，匆忙丢掉一朵太阳花，就嚎啕大哭的跑掉了。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爱莲机灵的提议道，感觉突然发现了
太阳花来得快的方法，不如我们钓鱼执法吧。苏兰三人还是按之前的计划去找宝箱打怪，就是途中遇到其他队伍，就装的三人病殃殃的，一看就好欺负，假装自己很柔弱钓鱼执法。若有一心的幼崽队伍过来打劫，他们就直接反向开抢，一直钓鱼一直爽。苏兰他们的太阳花数量蹭蹭蹭的往上涨，居心不良的队伍淘汰率不断上升，试炼之森里的宝箱被找得七七八八。这场测试渐渐进入了尾声，维拉看在眼里，碧绿色的瞳孔里逐渐变得阴沉，走到角落里换出了一条小蛇，并交给他一个防身的吊坠。你偷溜进去，告诉苏菲娜用我给她的东西，她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输给苏兰，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帮她善后。小蛇避开所有监控，到了苏菲娜附近，传达了维拉的意思，把吊坠送到了她的手中。苏菲娜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知道了，告诉妈妈我会赢的。不到万不得已，她也不想用脏手段。随着时间过去，苏兰和苏菲娜的队伍同时都拿到了29朵太阳花，双方打成了平手，而现场只剩下了一个宝箱。苏兰他们向着最后一个宝箱走了过去，同时遇到了苏菲娜的队伍。苏菲娜怨毒地看着与他们同时到达的苏兰队伍，苏兰，这是我们先找到的。苏兰从小到大一直在被抢东西，所有人都在讥讽他是被抛弃的孩子，这次他不会让我，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不服就打一场，谁赢归谁。苏菲娜想了一下，愉快应下，自己是 SS 与精神力，还被每天教导战斗技巧。苏兰一个荒新来的野丫头，怎么跟自己比？说罢，苏菲娜直接化身成为了亚龙兽体。直播间在苏菲娜亮出兽体时，热度达到了巅峰。真羡慕苏菲娜，居然从黑蛇本体觉醒了远古的龙族血脉。可惜了，苏菲娜是亚龙，要是真正的龙族就好了。苏菲娜骄傲地飞在半空，看着苏兰，你不变成兽体跟我打？苏兰打量了一眼苏菲娜的实力，摇了摇头，对上你还用不上。苏菲娜顿时怒发冲冠，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最强的。说罢，直接朝着苏兰攻击过去。泽维尔和艾莲都紧张地看向苏兰，苏兰凝聚了星辰之力，在苏菲娜冲过来的一瞬间，星辰之力照着泽维尔的兽体，捏出了一个星辰凤凰，朝着他砸了过去。苏菲娜不屑地看着这只小凤凰，雕虫小技，岂敢班门弄斧？看我冲碎它！下一秒，苏菲娜就知道自己轻敌了，一撞到星辰凤凰，她就感觉被一颗行星撞到，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它击落在远处的树上，胜负已定。苏菲娜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兰，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苏菲娜三番两次在苏兰这里受挫，眼里泛着泪花，跑进去森林里。太阳花已经被寻找完，大家准备离开试炼之森，无人察觉的地方。苏菲娜避开监控，从口袋里拿出维拉给她的试管，一脸恨意地砸在地上。苏兰，我不会输的，第一只能属于我。苏菲娜已经顾不得自己的骄傲，只知道这是她夺回第一名的希望。试管碰到坚硬的石头裂开，一只奇怪的生物睁开了赤红的眼瞳，一触碰到空气，身体快速膨胀起来，实力也直接达到了 SSS 级的强度。我来了！监控死角处有个危险的家伙正在快速成长起来，一无所知的幼崽们还在清点战利品。莫格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神情一凛，慵懒靠在椅子上看直播的他正襟危坐起来，警觉地寻找着危险气息的来源。桑翠，我闻到了异兽的气息，派人下去查一下，是不是有异兽混了进来？这里人多还有幼崽，出事了死伤会很严重。莫格跟异兽作战多年，对他们的气息很敏锐，这气息太稀薄了，像是有人故意在隐藏，难以寻找踪迹。桑翠也跟着警惕起来，属下这就派人去调查，加强这里的安保。此时试炼之森内，苏兰正举着太阳花反复欣赏，想结束测试后问校长可不可以买下来，他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贝斯姨他们。苏兰爱不释手的样子，引起了直播间观众的姨妈笑，多笑笑宝宝，笑得我的心都化了。原来仔仔喜欢这些，我这里有好多，来我家送给你。观众们都被苏兰时而霸气可爱的样子圈粉。贝斯看到苏兰的神态，想到他从前吃了不少骨头，顿时心疼不已，打开手机下单了好多玩具和宝石，可以送给苏兰当做入学礼物。看到苏兰的笑容，莫格焦躁的心也平复了下来，嘴角隐约有了点慈祥，回身往随身侍卫们招招手，去我的私人库房里带几箱稀有宝石送过去给他当玩具，越闪越贵越好。桑翠一脸疑惑的表情，谁不知道龙族个个都是守财奴，让他们的小金库往外送东西比登天还难。陛下这是烧糊涂了。距离试炼结束就剩10分钟的时候，一个幼崽惊慌失措的尖叫声打破了试炼之森的宁静。救命！救命！有怪物要吃我！爸爸妈妈救救我！大地传来震动，不祥的气息愈发浓烈。苏兰看向了动静传来的地方，出事了！养在温室里的幼崽瞬间慌作一团。苏兰小脸一皱，我闻到了血腥味，有人受伤了，先去找个地方躲起来。他察觉到这个伤人的怪物实力远在他们之上，可以轻松杀掉他们。苏兰表面强装镇静，心里紧张到不行，紧张害怕的情绪顺着精神力向地心的龙族散发出去。出现了很可怕的吃人怪物，会被吃掉的，该躲到哪里去？正在外出找人的龙族一顿，齐齐探向了精神海求救声的源头。龙仔仔在害怕，他遇到了危险，这次他离我们很近。幼崽在帝国学校到处寻苏兰下落的龙族，一个个画出了龙形，快速的朝苏兰坐标飞去。莫格作为最近的龙族和血脉亲人，猛地看向了试炼之森的方向。在这里，试炼之森里出事了，学校的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监控机器人迅速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一只浑身散发黑气的黑狼正兴奋地追捕幼崽，身上长着硬如盔甲的鳞片，口水落在地上腐蚀了地面，正一脸残忍地看着幼崽们，努力逃吧！我喜欢听你们绝望的尖叫。这一幕被全星际看在了眼里。异兽怎么会有 SSS 级的异兽闯入了幼崽的试炼之森？他们是在报复战争失利！救人，快救人！正在场外看幼崽试炼的监护人们也瞬间慌作一团。学校安保部此时也一脸惨白。
试炼之森在使用之前，他们都会提前排查数字，千防万防，没想到还是出了意外。这个异兽明显智商不错，发动攻击之前，把试炼之森所有出入口都封死，篡改了监控视频，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莫格神色一凛，目光阴沉地盯着监控里的异兽，拿出不离身的武器，率领侍卫们冲向试炼之森，同时不忘安排好工作。打开出入口，带武器的人随我进入里面救人。军医准备好急救，桑翠，你在这里稳定局势。说罢，莫格身先士卒，第一时间就往试炼之森的方向跑了过去。贝斯看着直播间里的画面，很担心苏兰，此时也连忙跑到侍卫长跟前。我是医生，我会一些急救和抢救的医术，我可以帮忙。苏兰他们现在还算安全，他们三人正藏在巨树上一个视野不错的地方，隐匿自己的身形和气息，等待救援。他在小光球那边学习运用星辰之力，将他们的气息隐匿起来，没人能找到他们。苏兰有些挫败，躲在这里怪物应该找不到我吧？要是我更强一点就好了，我就可以将所有人都保护起来。我还是太差劲了。泽维尔一脸疑惑，你才6岁，这个年纪已经够天才了，总不能6岁就一拳打倒陛下吧？你这叫差劲，那他们叫什么？爱莲静静看着他们两个互相吹捧，你们都是天才，只有我除了会寻宝什么也不会。三人躲在树上讨论起天才的判定标准。原本紧张氛围的直播间中又热闹了。不用自责，保护幼崽是大人的责任，寻宝怎么能说不是天才呢？某种意义上来看，你们3个幼崽都是天才。正当网友们热情的讨论时，苏兰突然伸手示意安静，嘘，别出声，他来了。三人屏住呼吸，不敢出任何声响。只见远处来的不只是异兽，还有逃跑的幼崽和他们绝望的求救声。谁来救救我？异兽在我的身后追着我。苏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快速从树下逃跑，是塞拉，小熊猫家族的幼崽。前不久找过苏兰小队麻烦，紧接着一道可怕的身影正悠哉跟在他身后，狩猎的目光让人毛骨悚然。树上的苏兰三人目睹了异兽追塞拉全过程，看到庞大的异兽个个面色凝重，好可怕！异兽的实力加起来比他们三人都还要强。本性暴虐残忍的异兽，在塞拉没体力摔倒在地上时，刚准备下手，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护在了塞拉前面。苏兰很害怕这只异兽，但是看到在他面前鲜活的生命即将在他面前消逝，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小光球有些担忧又有些欣慰，宝宝，你要救他吗？下边很危险。苏兰想了想，随后坚定地说道，我出来我不一定会死，但我不出来塞拉一定会死，大不了他就变成小龙奶，让自己的力量短时间内更强，也能撑到救援队伍过来救他们。苏兰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小光球晃了晃，再次问了苏兰一个问题，哪怕塞拉不久前来找过你的麻烦？苏兰不假思索，那不重要，在生命面前一切都不重要。曾经孤儿院里的阿姨告诉他，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生命重要。那个阿铭说话很温柔，缺爱的苏兰铭记在心，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也会伤心的。苏兰挡在了塞拉身前，引用星辰之力击中了异兽，让他后退了一步。塞拉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体力不支的他闭上了眼睛等死。想象中的剧痛没有传来，疑惑地睁开一只眼睛观察。苏兰，之前是我对不起挑衅你，快跑，你打不过他的。苏兰拿着一根刚折下来的树枝作为武器对准了异兽，放心吧，我可是你的老大，不会看着你死的。苏兰坚定的目光让人有种安心的力量。明明两人年纪相仿，苏兰却让人感觉到了安全感。这一刻，塞拉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海报，海报上是他们的疯子皇帝莫格，身披盔甲，面对来势汹汹的异兽大军，只身一人挡在了受伤的队友面前。此时看着挡在前面的苏兰，苏兰娇小的身体瞬间在塞拉面前变得高大了起来。被扰了干饭性质的异兽，居高临下的身影盯着面前的苏兰，你身上有2股我很讨厌的气息，让我想到了一些不美好的回忆，比如那场让他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苏兰强忍恐惧，金灿灿的眼睛盯着凶残的异兽，一字一顿的警告他，你别过来，想伤害我的小弟，先过了我这关。苏兰摆摆手让塞拉先躲起来，他可以独自面对这可怕的场景。直播间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快跑，别逞强，你打不过他的，真的，我哭死，明知道有危险还愿意跳出来救人。不久前他们还闹出了矛盾，苏兰和塞拉人还在，直播间观众已经脑补好各种身后事了。维拉坐在豪华的私人星舰中开香槟庆祝，计划得逞的他嘴角扬起，不自量力的幼崽挡了我们的路，怨不得我们。而且整个试炼之森里，只有带着吊坠信物的苏菲娜才不会成为异兽攻击的对象，到时所有荣耀都是他们的。这是他和别人的交易。维拉旁边的通讯突然响起了阴冷的声音，维拉，我早就说过了，跟我们合作是你最好的选择。苏兰那个幼崽看起来对我们威胁很大，想办法除掉他。你话说得轻巧，一旦被发现我必死无疑。维拉很清楚这个人在利用他，而且很可能是异兽一族的人，但是在贝斯和苏兰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向别人低头，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哈哈哈，你已经没有回头路，放心，我们会把你心爱的苏菲娜扶到荣耀的巅峰。啪，神秘的声音中断了，维拉恼怒的手中酒杯摔在了地上，居然敢威胁他，但想想他的苏菲娜能永远耀眼，又忍气吞声了回去。此时正当异兽想先解决掉苏兰的时候，一阵漫天的钢铁松果打在他身上。爱莲刚才也没闲着，在树上吞了很多松果，用自己的精神力炼制了一颗颗钢铁松果。小仓鼠虽被吓得发抖，还是鼓起勇气叉腰向异兽警告，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苏兰，还有我和泽维尔。泽维尔挥了挥身后的羽毛，小弟也不能让老大一个人单打独斗。
我们来帮你了。身为元帅之子，让女孩子一个人单打独斗，不符合他们家的教养。苏兰看了眼两边的伙伴，眼中充满了坚毅。异兽意外地看着这2个幼崽，他本想先解决眼前这个气息让他很不舒服的幼崽，既然都到齐了，那就让我一起来解决掉你们吧。说罢，直接朝着3个幼崽冲了过来。苏兰3人瞬间散开，小仓鼠不断用钢铁松果射向异兽，泽维尔则用锋利的凤羽在一旁不断袭击。苏兰作为几人的老大，在正面与之周旋，异兽竟然与他们打了个有来有回。随着时间流逝，也让他急躁了起来。他现在居然连几个幼崽都对付不了了吗？异兽察觉到有人正在攻击传送阵出入口，心想速战速决，必须在他们过来救援前杀了这几个幼崽，不仅可以灭掉他们的新生力量，莫格也会被质疑能力。这个疯子皇帝才是他们这次的真正目标。想到这里，异兽一咬牙，掏出了一瓶药吃了下去，全身的肌肉和鳞片更加壮大，眼神中也渐渐失去了理智。无畏伤害的异兽，没几下子就把苏兰3人叠罗汉似的甩出去，跟塞拉堆在一起。塞拉变成小熊猫幼崽，缩在一团哭唧唧。好巧，看来今天我们要死一块了。与此同时，被封禁起来的试炼之森出入口终于被众人合力打开，不少人冲了进来，抱起了幼崽就往外边跑出去。异兽听到有人过来的声音，迫不及待要对他们下手了。苏兰扶着树再次站了起来，他还有底牌没用。只见他的金色琉璃眼瞳变成了兽形的竖线，娇小的身体化作了优美的龙姿，墨色的鳞片上铺满金光的宝石，周围不少星辰环绕。异兽一看到这双酷似莫格的双眼，本能的后退了一步。爱莲2人震惊的看着苏兰，雪豹家族的幼崽怎么突然大变龙崽？苏兰挑衅异兽，试图把他的目光引向他这边，来，跟我再打一场。苏兰现出兽体的一瞬间，莫格身为距离他最近的血亲，察觉到了血脉当中的精神力共鸣，他听到了心脏中另一颗小心脏的跳动声，这是曾经在他精神海里哭泣求安慰的小龙崽。我的孩子果然在这里。莫格看向了共鸣的方向，发现正是异兽发动袭击的地方，十分揪心，迅速向发生战斗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星际深处，在一个难以进入的领域，王座之上的男人看起来养尊处优的，银色的发丝上散发着金光。他察觉到了远处熟悉的星辰之力，瞪大了银色点缀了星辰的眼睛，激动地看向了地心的方向。快给我定位那个星系在哪里？这个星辰之力，他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消息。直播间瞬间炸开了，我没看错吧？苏兰怎么会是小龙崽？所以他不是雪豹家族的幼崽了？那苏兰不就是现在龙族唯一的幼崽？这不得宠死，肯定跟陛下没有关系。他一个孤寡老农，没有对象哪来的崽？托尔和卡莎看到众人疯狂的样子，顿时感觉到压力山大。没想到苏兰会在这个时候当众暴露了自己的兽体，那个疯子莫格会伤害到他吗？还是会说出讨厌他的话？那一直渴望有家的苏兰，到时得有多伤心啊！书记官桑翠看着屏幕中可爱的小龙崽陷入呆滞。不是，小龙崽真的在地心学校。我之前说他在只是想哄一下陛下。他疯狂呼叫帝国的保卫队，统统进入试炼之森，快，绝对不能让他们出事了。维拉在看到苏兰变成小龙崽的时候，从椅子上猛地坐了起来。苏兰他居然真的是龙崽！贝斯，你这次回地心，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冲着我和苏菲娜来的，一辈子都不让我们母女有舒心的日子。苏兰此时正在跟异兽艰难的搏斗，哪怕兽态让他变强了很多，但身为年纪小的幼崽，对付成年的异兽还是很艰难，营养不良多年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瞬间，所有龙族再次听到小龙崽精神海里的委屈声音，受伤了，快撑不住了，该怎么办？苏兰为奶声奶气的求助声音，让所有龙族都揪心起来。察觉到他危在旦夕的龙族，迅速飞向了试炼之森。小龙崽受伤了，都飞快点！该死的翅膀，怎么就飞这么慢？泽维尔迅速张开双翼，暴走人形的苏兰，老大撑住！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很快就有人过来救我们了。2个濒临死亡的幼崽，身上的血流了一地。异兽嗅了嗅泽维尔身上的血腥味，你身上血的味道也有点熟悉，眼里散发着兴奋的光芒。今天无论是谁过来，都阻止不了我杀了他。苏兰感觉自己像断线的风筝正在坠落，今天真的死定了，好可惜，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爱不爱他，有没有期待过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当生日前来这个世界游玩了吧。就在这时，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将他抱了起来。苏兰抬头看去，发现居然是莫格。他第一次见到巨龙形态的莫格，但是第一眼他并没有感觉到恐惧，对他更多的是好奇和天生的依赖。莫格伸展出巨大龙翼将他包裹住，阻隔异兽的袭击，手中长剑挥出最强一击，异兽全身如果烟花爆裂开来，血溅到莫格脸上，却没溅到苏兰分毫。莫格金色琉璃眼中的担忧再也掩盖不住，这是他第一次抱住如此幼小的孩子，苏兰也是这6年里第一次被血脉亲人拥抱在怀里，这曾经遥不可及的画面，他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怕开口说话，这个梦就醒了。苏兰因失血过多，顿时失去意识，陷入了沉睡当中。迷糊中，他听到了别人焦急呼唤他的声音，有黑色巨龙，有贝斯姨，还有他的小伙伴们，真好，有这么多人关心他。苏兰在天旋地转间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像是一颗星辰一般，正坐在银河上，身上剧烈的疼痛让他委屈的哭泣。一个银发的男人从远处走来，蹲下来替他疗伤，脸上满是慈爱。小家伙，你受伤了，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还有找你的母亲，以及找你的爸爸算账。未等苏兰回答，小光球突然出现，看到这个银发金光的男子，就像是看到一个大麻烦，不许接近他，滚出他的精神世界。苏兰疑惑地看着小光球，这人跟他之前梦到的那个漂亮大姐姐长得好像。小光球对那个神秘人很不满，宝宝，以后见到这个人就把自己藏好，别让他发现你的星辰之力，不然他会把你抓去干苦力的。苏兰思考了一下，小光球从来没有害过他，于是认真的点点头。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小光球轻轻将他推出了精神世界。你已经睡了7天，现在该醒来了，你的贝斯姨姨都要哭下了。苏兰听到贝斯哭了，连忙离开精神世界。他在病床上睁开了双眼，
还没来得及查看身体的情况，就听到了病房外托尔叔叔熟悉的声音：“陛下，其实苏兰是我的崽，我3年怀胎亲自生的，跟您没有关系，放他一条生路吧。”苏兰偷偷走向病房门口，就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托尔卡莎两兄妹正在卖力表演，来让莫格相信苏兰是雪豹家族的崽崽。莫格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沉默片刻，尽量让自己看着和善一点。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苏兰的，你们不用这么防备着我。他当初杀了一些有反叛之心的龙族，这疯子皇帝的称呼影响太深了，让苏兰身边的人用这种笨拙的方法保护他。苏兰在门后面不知道该不该出去，爸爸听起来并不讨厌他，他可以相信他吗？就在这个时候，机器人护士通知苏兰醒来后，贝斯率领了医疗团队过来，打开门就看到已经下床的苏兰，顿时惊喜不已，心疼的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兰兰，你终于醒了，都怪姨没有保护好你。苏兰一看到贝斯，想到了一件郁闷的事，有些不好意思。贝斯姨，我本来想把太阳花买下来送你，现在来不及，要等以后了。贝斯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太阳花，这是校长送你们的纪念品。莫格定定地看着他们互动，心中泛起了酸意，明明近在咫尺，他们之间却仿佛相隔万里。苏兰察觉到莫格出神地看着他，躲到了贝斯后面好奇地打量，一如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莫格头上的金叶子，看到了他的未来。莫格的未来很多都是模糊的，但却看到了他最终死亡的结局。莫格会成为丧失理智的野兽，恰逢异兽再次入侵，为了帝国的安危，早就成为顶级帝国战士的苏菲娜杀了疯子莫格，以龙血让自己晋升为龙族，纯让苏菲娜升级的血包工具人。苏兰感觉怪怪的，直觉告诉他这背后藏着一个大阴谋。爸爸也好惨。苏兰发现自己身边对他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不能善终，他不想看到这种结局。苏兰将一个太阳花塞到了莫格的掌心当中，送给你，要开心哦。看到苏兰主动接近他，莫格愣了下，这是他收到最棒的礼物，他要裱起来日夜欣赏。苏兰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送完礼物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贝斯连忙跑过来抱住兰兰，作为现在苏兰的监护人，先请你们离开，别打扰他休息。贝斯现在有点担心，在官方没有正式表明对苏兰的态度前，贝斯不想让苏兰知道太多，以免再次受到伤害。莫格理解贝斯的想法，是不是我的孩子？基因匹配出结果就知道了。之前苏兰正在抢救，现在人平安无事，这件事他伤好了就提上议程，刚好用来堵住家里那匹龙想偷幼崽的嘴。苏兰躺在病床上，小脑袋开始思考，异兽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他让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小光球此时出现在苏兰身边，别悲伤，战争是大人该解决的事情，你现在最要紧的应该是养好伤，然后进入学校学习，等你变得强大了，自然可以更容易的保护别人。此时星际网民正因苏兰而腥风血雨，一群吃瓜群众将苏兰和莫格进行比对分析，从种族到样貌，再到莫格陛下的担忧神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一定是父女。这个推测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我觉得有理有据，还真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我们唯一的小殿下了。别傻了，在医院现场，我偷听到这是雪豹家族的托尔生的，楼上的生物课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不少人激动地跑去星际官方留言询问苏兰到底是不是小殿下，可是官方发言人一句表态都没有，没有辟谣，也没有确认。不少记者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一堆人蹲在医院附近，准备拿到第一手资料。苏菲娜在豪宅里看着光芒，往日赞美她的留言都被苏兰的相关消息压了下去，巨大的落差感让她愣愣地坐在床上。此时维拉已经偷偷把放出异兽的证据清理掉，回到了家里，得知苏菲娜在生闷气，过去安慰她：“我可爱的苏菲娜，怎么生气了？妈妈不怪你，这是别人抢了你的东西，不是你的问题。”苏菲娜委屈地钻入维拉怀。妈妈，为什么我会一次又一次输给他？我就算作弊都比不过。妈妈最疼我了，帮帮我，我的小苏菲娜。妈妈不会让你跟我一样的，我会帮你解决一切。维拉再次联系上了那个神秘人，你一定得帮苏菲娜，帮我除掉苏兰，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再来找我。维拉，一个又一个针对苏兰的阴谋正在形成，而此时的医院一天比一天热闹，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悄悄靠近了苏兰在的病房。苏兰突然在旁边探出头来，看着泽维尔和爱莲，你们在外边不进来干什么？快进来跟我一起玩。泽维尔和爱莲身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担心苏兰的伤势，就跑来探望苏兰。护士姐姐不肯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一路闻过来的。爱莲觉得自己此时特别厉害，骄傲坏了。苏兰把他们带到病床上，泽维尔和爱莲都被一堆宝石震惊到了。苏兰见到朋友，乐意跟他们分享，见到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最近有很多奇怪的叔叔阿姨给我送好吃的和好玩的，你们也一起来。这些都是龙族的人借口探病，带着大包小包前来看他，都想教唆苏兰上他们的户口。泽维尔带来了一个消息，虽然测试暂时中断了，但是结果还是他们第一，等到伤好的时候就可以入学了。爱莲眼里冒着小星星，我们估计能在一个班呢。嘿嘿嘿，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入学这里。苏兰想到新朋友能一起上下学，兴奋得不得了，开始期盼起入学的日子。此时莫格的办公室内，桑翠拿着一份基因匹配报告，将文件呈到了莫格的桌子上。陛下，这是您要的东西。桑翠偷偷瞄了莫格一眼，他总算是第一时间吃到了最大的瓜。陛下，你这个渣男，居然真的把老婆孩子丢外边流浪。莫格刚处理完政务，有些紧张地打开基因匹配报告，悬在心口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与他猜测的一模一样，血脉之中的共鸣不会出错。苏兰确实是他的孩子，立刻放开手中的事物，跑去医院看望探病。苏兰正在病床上睡觉，梦到了很痛苦的事情，精神力出现巨大波动。不要，别不要我，我会当一个乖小孩的。听到这句话，莫格心疼坏了，伸手触摸苏兰的额头，与他进行了精神力共鸣。我没有不要你，做个美梦。身为血脉亲人，精神力共鸣有疏导精神力的效果。
苏兰正做着被抛弃的噩梦，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流淌进他的脑海当中，他跳出了噩梦，进入了棉花糖一样的梦境中。苏兰醒来时，看到莫格正在旁边守护他，打着瞌睡。抬眼又看到了莫格还未收回的龙鳞，跟他的好像。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个小怪物。苏兰好奇的伸手想触摸，生性警惕的莫格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苏兰吓了一跳，想伸回的手。别怕，我的女儿，你快来摸摸。他狠厉的金色眸子满是慈爱和期待。苏兰感觉他在龙蛋里的时，就曾被这样温柔的目光注视过。父女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莫格开始解释过去的事情，希望打开他的心结。对不起，兰兰，几年前我出了意外，记忆里忘记了很多事情，让你一直在外面流浪。如果早知道有你在，不管多远有多危险，我都会把你找回来。从今往后，让我承担起身为父亲的责任，好吗？苏兰认真的抬起眼眸，问出了谁都不能替父母回答的问题：你喜欢我吗？会爱我吗？你期待我生出来吗？这是他从出生以来最好奇的问题。从小他就只能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所以时刻在怀疑自己的爸爸妈妈把他生出来是他们做的错事。莫格从破碎的记忆里找到了答案，他曾经一直有对什么东西的出现而感到期待，现在面对苏兰，才感触到这是对新生命诞生的期待。他期待苏兰的诞生。莫格认真的回答：当然，我爱你，兰兰，我一直期待你的出生。苏兰埋在心里多年的枷锁得到解除，终于鼓起了勇气，第一次对莫格叫出了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称呼——爸爸。天真无邪的声音叫得莫格心花怒放，他再也不是孤独的人了。莫格心疼的听着苏兰这几年的悲惨生活，时而咬牙，时而皱眉，又时而升起一阵酸楚。你还记得你的妈妈是谁吗？莫格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渣男。苏兰眨了眨眼睛，摇了摇头，没见过。我原来是个死胎，有人想杀我，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母是谁。苏兰想到了在文学考场上那个怪梦，告诉了莫格，梦醒时那个温柔的银发女人会是妈妈吗？莫格一下子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死胎，有人想毁掉龙蛋，这些人真是贼心不死。莫格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突然间回想起一个片段，一个泛着金光的银发一童少女在背后环抱住他，指尖在莫格胸膛上抚摸。小黑龙，我来找你玩了。莫格微笑着转身看着银发少女，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每次过来除了我都没人发现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二人的关系密切，曾经亲密无间。莫格越是想回忆这张熟悉的面孔，错乱的记忆越是冲击他的精神力，脸上不受控的画出了龙鳞，一脸痛苦捂着脑袋。苏兰看到莫格痛苦的样子，很担心，想帮他，又不知该如何帮忙。小光球围绕着莫格转了一圈，若有所思，宝宝，你可以用星辰之力与他精神力共鸣，帮他梳理精神海。星辰之力还有一些隐秘的作用哦。苏兰小手握住了莫格的手掌，学着他帮自己梳理精神力的样子，运用星辰之力试图帮他疏导。亲子之间的精神力共鸣，让莫格混乱的精神力缓和了不少，终于让他清醒过来。莫格此时一脸不可思议，自己的退化正是公认的绝症，苏兰竟然能够帮他平复，这难道是那伙人要毁掉龙蛋的真相？看来不能继续让苏兰留在雪豹家族了。莫格不想委屈苏兰，于是提前让桑翠去造势，准备公开苏兰的身份。而此时一些奇怪的留言出现在新网上，我怀疑苏兰的身世有问题，有可能是异兽那边拿到了莫格的基因样本，故意制造出来的实验体，准备暗中搞什么阴谋。不少人信以为真，在星际官方社交账号下留言，要求严查此事。新网上乱成了一锅粥。过来看望苏兰的贝斯问道：怎么了？别这么不开心，小孩子要多笑笑才可爱哦。苏兰察觉到出现了不好的言论，影响到了贝斯他们。贝斯姨，是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贝斯给他削了个苹果，不麻烦，我们会处理好他们。他猛切水果，恨不得把造谣的人抓起来剁了。莫格看着网上的流言蜚语，冷哼了一声，金色的眸子里满是嗜杀的欲望。我这么久不开杀了，他们以为我提不动刀了吗？上一次开杀，让一些不老实的人闭嘴了几年，几年过去胆又肥了，还敢暗中对他唯一的孩子下手。桑翠眼睛下的眸子泛着寒光，陛下，我们按原来的想法执行吗？桑翠，按你的想法去办。还有，先向公众宣布苏兰的身份吧。桑翠点点头，快速走出书房。一夜之间，新网上所有人都发现那些留言都被删除了，不少发布留言帖子的人都被顺藤摸瓜抓了起来。很快，一个让人紧张又激动的消息在所有兽人中流传开来：莫格这么维护苏兰，看来陛下已经默认苏兰就是我们的小殿下了。此时，星际官方社交账号终于发了一句让新网瘫痪的声明：苏兰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小殿下，同时还配了基因匹配信息，显示苏兰确实是皇帝莫格的孩子啊！这是我们帝国里唯一的小公主，我就知道可爱又勇敢的苏兰宝宝不可能是坏人，居然是小殿下，继承了陛下正直的品行。莫格看着网上一堆想要偷幼崽的人，冷着脸，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幼崽吗？喜欢自己生去。桑翠在旁边姨母笑，他们是喜欢小殿下。陛下还有一事要禀报。说完，桑翠将他调查到的东西呈到了莫格的面前，脸色逐渐凝重。我们抓住造谣的人，找到了幕后黑手的蛛丝马迹，看他们的手段，更像是多年前反叛的龙族和异兽联手的那帮人。当年叛徒和异兽里应外合，险些差点颠覆帝国，这次藏在暗处，看来又想酿造一个大阴谋。加派人手在苏兰附近，别让人伤害他，把那些人揪出来。这一次我要一个不留。失败了，又失败了。维拉对神秘人发起了脾气，嫌弃他们的无能。为什么每次跟苏兰有关系的事，你们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你们口口声声说能帮我，就只有这点能力吗？维拉开始怀疑自己和他们合作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会把自己拉入万劫不复。我们忽略了一件事，他不是普通的小龙崽。当初我们低估了那颗龙蛋，很后悔没有毁掉。神秘人一确定苏兰的身份，很快就认出来了他的来龙去脉。没想到当初那颗死蛋居然可以起死回生孵化出来，偏偏身上还带着他们忌惮的能力。
维拉和神秘人又讨论起该如何除掉苏兰，制定了不少计划。莫格在跟雪豹家族沟通后，苏兰正式搬去了皇宫养伤。一大早，专门负责苏兰的女仆长就过来叫醒他。时间不早了，小殿下今天不能赖床，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苏兰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看向时钟，才凌晨4点多。姨姨们，天还没亮，怎么就要起来了？苏兰奶声奶气的一声声姨，让在场的人心都化了。殿下不记得了，今天是你和陛下一起出席重要场合，昭告全新晋你的公主身份。陛下已经准备好了，小殿下也得起来准备了。听是跟爸爸一起出席，苏兰眼睛都亮了，主动配合起来打扮。苏兰换上漂亮的小礼服，墨发泛着金光，戴着巨大的蝴蝶结，肩膀上别着代表帝国象征的精致太阳花。可爱的小幼崽新鲜出炉了。苏兰看看镜子中可爱的自己，双眼一亮，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可爱。莫格牵着苏兰的手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时，所有摄像头瞬间都对准了苏兰，将这历史性的一幕全程直播了下来。镜头前的莫格正温柔牵着苏兰的手，鼓励她勇敢大方走上前，向兽神的雕像走了过去。在兽神面前，莫格把代表公主象征的小皇冠亲手戴在了苏兰的头上，说出了对她的祝福：帝国的光辉与荣耀与你同在，希望你往后的前程光明灿烂。苏兰笑得灿烂如阳，声音甜甜的：爸爸你也是。帝国的观众都被可爱的苏兰萌坏了，可爱死了，嫉妒陛下有这么可爱的崽崽。我偷偷吸一口，好奇小殿下的能力是什么？感觉跟陛下的不太一样，继承母亲的吗？一时间，苏兰的相关信息霸占了所有新网热搜。时间一晃，也到了苏兰正式入学的时候，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学校找他好久没见的好朋友。他和2个挚友都在一个班级，他们看到苏兰，连忙向他招手。苏兰快过来，我偷偷带了零食，我们可以偷偷吃点。苏兰很开心，他们平安无事，好久不见，你们没事太好了。此时负责教导精神力的老师走了进来，安静，开始上课了。目前星际帝国共有5大精神力体系，分别为构造系、自然系、治愈系、化武系、进化系。爱莲的能力就是构造系，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徒手捏任何杀伤力的武器。泽维尔是自然系，化兽形是他们最强的输出形态。而苏兰此时正苦恼地看着自己的精神力，不是说每人只有1个能力吗？为什么我还藏了1个？老师，这对吗？怎么跟教材上不太一样？苏兰发现自己除了本来的化兽型能力外，另外一个是来源于父亲的化武器能力。化武器可以让他凭借意念化成一把枪，再以星辰之力化作1枚子弹，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把无限火力的枪炮。苏兰顿时欣喜不已，好厉害，我喜欢。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动静看过来，发现苏兰2个强大精神力出现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震惊了。不是说好的每个人都只有1个能力吗？忙里偷闲的达利教授才刚坐下喝了口热茶，瞬间被一群幼崽包围，嚷嚷着他们也要第2个能力。苏兰也像好奇宝宝跑过去向他要答案。老师，你说大家的精神力都只有1个，我为什么会有2个呢？达利教授听到苏兰的问题，他沉默了。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精神力，自认为对兽人力量来源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没有他不懂的地方。但在看到苏兰同时拥有2个能力时，大脑还是宕机了。他听错了吗？他们的小殿下居然身怀2个能力。达利教授想到一个可能性，脸色瞬间紧张了起来，忙追问道：小殿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有哪里不舒服？这种同时拥有2种能力的现象很罕见，在历史上记载过1、2例，真假不详，只记录了2种力量体系会出现相互排斥，最终导致早夭折。没什么感觉，感觉他们就像左右手一样，我还可以一起用呢。老师，这有什么问题吗？达利目不转睛观察苏兰的精神力波动，不由得惊叹连连，还真的没事。小殿下的母亲应当也是个很了不得的人，只有精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小概率出现孩子同时继承。达利教授对苏兰不曾露过面的妈妈产生了好奇心，我的新论文又有新的课题了。苏兰也开始好奇了，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还能再见到吗？旁边的苏菲娜见风头一次又一次被抢走，脸都快黑了。原来这就是妈妈在学校里遇到贝斯时的感觉吗？苏菲娜的心里逐渐出现了变化，她想战胜苏兰，把她和妈妈的荣耀夺回来。精神力课程完成后，一晃到了中午，下午是古言教程。苏兰3人一起跑向食堂，中途苏兰发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一直在跟踪她，转头一瞬间，跟踪的人抱着一个盒子向苏兰冲了过来。在跟踪的人快要扑到苏兰的身上时，藏在附近伪装成园丁的保镖一把按倒在地，抓到你了，说跟着小殿下做什么？苏兰发现这个鬼鬼祟祟的人是当时在试炼之森救的小熊猫塞拉，手里还抱着个纸盒子。苏兰让保镖们退下，又随手拿了根棍子戳戳他，是你小熊猫，你跟着我做什么呢？爱莲在旁边已经开始脑补了，难道是不甘心的报复？泽维尔嗅到了点心的香味，感觉不太像。爱莲，你最近该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了。塞拉有些扭捏的道谢，才不是呢，我是来道谢的，殿下，谢谢你救我。才几岁的幼崽本性不坏。苏兰打量了一眼塞拉，看到小熊猫身上没有伤口，笑嘻嘻的道：这是啊，都说你归我照顾，我不救你，你就死了，你没事就太好了。塞拉见苏兰收下了他的谢礼，这才心满意足。几个月后有个学校比试，如果需要搭档的话可以找我，我是自然系里的植物系，我可以帮忙。不等苏兰他们回答，塞拉转身就跑了。苏兰他们看时间差不多了，吃了午饭继续前往古文教室。一进入教室找了个座位，苏兰就发现一道灼灼的目光正望着他。苏兰看过去，居然是教授莱恩。上次在入学测试时，就是他负责的监考和出题。只见莱恩走到了苏兰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封推荐信，信封上还散发着墨水味。殿下，你知道古文协会吗？苏兰好奇地看着手里的信封。古文协会是什么地方？补习班吗？苏兰最近被莫格接连找老师补习星际知识，拿到推荐信以为又是一个补习班，急忙丢了回去。莱恩教授看着苏兰一脸的苦笑。
哈哈哈，不是补习班，你那么小就能精通古文，最好去古文协会注册登记一下，他们能更好的帮助你变强，同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听到有惊喜，苏兰眼前一亮，莱恩教授，那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要努力变强，为帝国做出奉献。苏兰在学校又待了一段时间，卷生卷死的学习，把苏菲娜气得连连跳脚，要求换班，直到周末放假在家里，苏兰才消停下来。他拿出莱恩教授给他的推荐信，要不周末去这里玩玩。就在这时，苏兰看到莫格给他找的补习老师已经来到了楼下，难得休息还要学习，他可爱的小脸成了苦瓜，他脚底一抹油，拉着上门探望他的贝斯，来了一段说走就走的冒险旅程。咦，走，我有一个大事要去做，今天就不补习了。两人说干就干，乔装打扮低调出行。苏兰到地心这么久，因安全问题还没有出门逛过街，在贝斯眼里怪可怜的。莫格看着苏兰他们巧然离开的背影，打开窗户伸展开龙翼，准备跟过去暗中保护。我出门一趟，桑翠，你先处理公务，我去就回。桑翠察觉到莫格丢下公务，眉头一皱，发现事情不简单，冲上去就是抱大腿不让他走。陛下，你这是做什么？你是想丢下公务让我一个人处理吗？死了这条心吧，再这样我真的要辞职。摊上莫格这种上司，桑翠的上班时间总是在627，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一年到头都没得休假。莫格爱女心切，死活都要跟过去。我决定跟在苏兰身后暗中保护她，万一有人欺负她怎么办？莫格觉得自己的理由有理有据。陛下，我们已经派了上百个保镖，伪装身份藏在附近了，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我现在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莫格沉思了一下，确实不能太无情的使用这个手下。试炼之森放出异兽的罪魁祸首，至今没抓到，我心里放心不下。为了帝国考虑，我还是要跟着兰兰身后，看能不能再次碰到他们动手。桑翠此时也被噎住了，帝国安全这样的借口都出来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莫格离开。这是苏兰到了星际以来第一回在外边逛街。苏兰两手空空出门，走了一段路，兜里和口袋里已经全部是别人投喂的零食，拿不下的贝斯帮忙拿。贝斯姨，我总感觉有很多人在偷偷看着我，为什么？贝斯看了一圈，看到了附近的不少人，都是乔装打扮的保镖，心中顿时了然，可能是你太可爱了，他们忍不住看你。贝斯继续带着苏兰往古文协会的方向过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道熟悉的身影与他们擦肩而过，他轻笑出声，压低了声音叫了贝斯的名字，贝斯，好久不见。贝斯毛发瞬间炸了，是谁？贝斯将苏兰往自己的怀里拉，雪豹尾巴做好了防御的姿态，他猛地转头看了过去，却发现空无一人。苏兰温暖的小手将他拉回人间。咦，怎么了？不舒服的话先休息，我们改天再去。苏兰认识贝斯以来，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你刚才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看到奇怪的人？苏兰摇了摇头，疑惑的东张西望。没有啊，一直跟在我背后扫地的叔叔算怪人吗？地上连片落叶都没有，他们在扫什么？苏兰对星际的清洁要求感到了疑惑。他们离开后，一道让人看了就忽视的身影藏在人群里看着苏兰他们，身上的机械手臂因年久失修咔咔作响，赤红的瞳孔化作了异兽如出一辙的兽瞳，盯着苏兰他们的背影，邪气的笑了出来。古怪的是，附近的兽人无一人察觉到怪人的存在。苏兰和贝斯七拐八拐才走到了古文协会门前，将苏兰的推荐信递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百无聊赖的苏兰看到门口出现一个比苏兰大几岁的少年，相貌出众，衣着朴素，脑袋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尖耳朵，背后9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他拿着一封老旧的推荐信，在门前犹豫不决，想进去却迟迟没有再走近一步。苏兰瞪大了眼睛，大狗狗还是红色的。苏兰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兽儿，星际原来有红犬兽人吗？真好玩。小光球顺着苏兰目光看过去，这是赤狐一族的兽人，不是狗，可以打声招呼，多个朋友多多益善。苏兰刚跑了几步，热情的想打招呼，眼尖的发现附近一辆私人星舰不管不顾横穿直撞，撞伤了不少路人，眼看就要撞到赤狐少年和苏兰的身上。赤狐少年也察觉到了危险，眉头一皱，手化作尖锐的利爪，以身体为肉盾拍向了星舰。两人同时出手将星舰挡住。赤狐少年震惊，苏兰年纪这么小，实力竟然这么厉害。报废的私人星舰上走下来一个灰扑扑的灰狐少年，肥头大耳的看不出狐狸的模样，恶狠狠地盯着苏兰二人。你们居然敢报废我的私人星舰，这很贵的，你们两个穷酸鬼赔得起吗？苏兰的正义感对这种跋扈的人很是厌恶。这里到处是路人，你为什么要撞过来？很多人受伤了，你这个坏人！苏兰讨厌这种一时兴起随意剥夺别人生命的人，你管得了我？我非要干的，这里就是我的地盘。苏兰气呼呼的，我不允许，地心是我的地盘，这里都是我罩的，包括他。爸爸说了，他长大变强之后，守护整个帝国的人民是他的责任。这人看了一眼打扮的极其低调的苏兰，认定他在地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后台。幼崽，你知道我是谁吗？协会的副会长是我舅舅，惹怒了我，没你好果子吃。苏兰刚想反驳，旁边的赤狐少年站了出来，凯尔，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你干嘛为难一个幼崽？苏兰发现他们两人有旧怨，好奇的看了下他们身上的金叶子，想看看他们的未来，结果却在看到赤狐金叶子时，只能看到一点支离破碎的画面。小光球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间也觉得新鲜。哎呀，居然真的看不到，他身上应该有很特别的能力，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落魄平民兽人，暂时小心一下他。苏兰又看向了凯尔头上的金叶子，这一看，苏兰小脸又耷拉了下来，对他很是不喜。凯尔一辈子逍遥，背后是无数惨死的无辜人铺路。苏兰气势汹汹，像只张牙舞爪的小猫。你害死了很多无辜人，是坏人，他们不敢抓你，我敢。苏兰气呼呼的，一旁的赤家笑了一下，
手中燃起烈火，我来就可以了，我还不用幼崽来保护我。凯尔干脆叫出了保镖，都给我上。苏兰看着嚣张的小胖子，你带人，我也带了人。附近藏着的保镖们一下子全都涌到了苏兰的身边。你想对我们小姐做什么？凯尔发现这群人看起来不起眼，个个身上的精神力起码有 S 级，地心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幼崽？就在此时，古文协会的内部会议刚好散会，一群人从中走了出来。凯尔一见到来人，眼前一亮，会长，舅舅，这里有2个过来惹事的人，你一定要帮忙把他们2个赶出去。苏兰扮了个鬼脸，这么大人了还只会告状，羞羞，世家嗤笑出声，连几岁的幼崽都打不过，你真有脸说？保镖们偷偷发消息询问莫格应该怎么处理。好样的，敢欺负我的孩子，我现在就过来看看他们吃了几个雄心豹子胆。会长布莱兹是个年纪稍大的老者，戴着厚重的眼镜，看得出来是个智慧的学者。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出声询问：什么人在这里闹事？这些坏掉的新舰和倒在地上的人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古文协会变得这么乌烟瘴气了？苏兰站出来指控凯尔，这个坏人开心剑撞到了很多人，还想打我和这个哥哥。副会长一眼就看出来是自己的侄子惹是生非，护短心切的他毫不犹豫把锅甩给苏兰和赤家。不可能，凯尔我看着长大的，他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他不觉得凯尔弄死了平民有问题。在争辩声中，苏兰盯着副会长和凯尔突然出声：我看到了，你们杀了你们很多无辜的人。苏兰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别人的人生中看到那么多死人，残忍的手段吓了他一跳。副会长万万没想到自己隐瞒多年的秘密会当众被说出来，气急败坏走向苏兰：你是谁家的幼崽？我倒想看看是谁教出了这么不懂尊重长辈的幼崽，年纪挺小倒是会污蔑人。苏兰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要求，疑惑地看着副会长：你想见我爸爸？小萌娃才刚回归黑龙爸爸的怀抱，竟被人叫嚣是有人生没人教，还要叫他爸爸过来看看应该怎么教育小孩子。不用叫，我已经来了，你什么身份敢管教我的孩子？只听副会长身后传来一阵冰冷的声音。副会长一听到这股声音，浑身猛地一震，因为这个声音他无比熟悉。听说你们想跟我当面对质，那好，我们开始吧。在场的人齐齐脸色一变，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副会长的身后，一副见鬼的样子。莫格的出现让在场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莫格走上前，以保护珍宝的姿态把苏兰护在了身后，脸上的龙鳞泛着寒光，身上摄人心魄的威压让在场的人都忽视了女儿2个字。副会长僵硬地转过头，声音有些颤抖：陛下，您怎么会过来这里？这些平民在门口惹是生非，我们会处理的，这点小事不值得您亲自过来视察。副会长隐约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他背后的家族势力不一定能保住他们。你要处理谁？我来看看是谁想管教我的女儿。莫格睥睨天下的目光傲慢，做好上法庭接受审判了吗？你们是想当众伤皇族？在场的人齐齐愣住了。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苏兰到底是谁了，眼前这个低调的幼崽居然就是不久前回归的小殿下苏兰。副会长杀人般的目光瞪了凯尔一眼，别的人他还能处理，惹到了疯子皇帝这个掌心虫，这回怕是逃不过去了。副会长忙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转身向莫格说道：误会，都是误会，这不过是几个人在闹着玩罢了，当不了真的，一切都是那个平民赤狐的错，是他想嫁祸小殿下。一边是受宠爱的小殿下苏兰，一边是他的亲外甥。于情于理，副会长果断甩锅给了最没背景的赤家。莫格心中冷笑，保护苏兰的护卫早已经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他。苏兰撅着嘴从莫格身后探出头来补刀：才不是，我是年纪小又不是傻子，是他乘着私人新舰冲过来，要把我们都撞死，还把路人撞到了。一听到差点撞到苏兰，莫格顿时火冒三丈，无情宣判了凯尔的死刑，当街杀人，还故意伤害皇族，这一条条足够你400来次了。有什么话到星际法庭去说吧。来人，都给我抓起来！凯尔看着莫格的亲卫，当场给他戴上了镣铐。他横行霸道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到硬茬子，求救似的目光看向了副会长舅舅。副会长不想惹火上身，转过身无视了他侄子的目光。事到如今，他也只能暂时避嫌。凯尔被抓了，他不能被抓，姐姐会谅解他的选择的。世家好奇地打量了苏兰一眼，原来你就是小殿下，谢谢殿下今天出手为我出口说话。他只看过直播间里的苏兰，光彩夺目，与他距离很遥远，没想到软萌的殿下是如此正直的幼崽。苏兰笑得灿烂，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可以做朋友的。莫格远远看着心碎了，他的贴心小棉袄不关心他的老父亲，这么远跑过来有没有累着，有没有口渴，反而去关心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莫格对很多陌生人都保持警惕，尤其是苏兰身边的人。从刚才起，这个一言不发的赤狐少年让莫格总感觉有股熟悉的味道。他疑惑地走过去，你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布莱兹会长对赤家没有起疑心，只当莫格是因苏兰的安全问题太过谨慎。陛下，他是赤家赤狐兽人，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几年前星道私下贩卖幼崽，他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幸运儿。您曾经参加过解救行动，可能那个时候见过一面。苏兰有些心疼地看着赤家，流浪，那跟我以前差不多。苏兰无心的话语让莫格的良心一痛，心情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小棉袄。他迟到了6年，让他流浪了6年。莫格对赤家的警惕也降低了些。赤家见莫格脸色不好看，给苏兰留下了一个光脑联系方式，快步走进了协会里登记。同时苏兰在莫格的注视下，也顺利地完成了入协会登记，还获得了一个代号心意。布莱兹会长将苏兰带到了藏书房，殿下，作为进入协会的一份子，可以去选择一个未公布的古文技能，从而加强自己。未公布的古文技能选择全看运气，谁也不清楚这些技能的强大性，都是古文协会成立后的收集。苏兰好奇看了一圈，目光落在了一个叫切
千里眼的技能上。苏兰眼前一亮，电视剧里演过这种夜，千里眼可以看到很多自己不在场的地方，说不定可以找到藏在地心中的黑市。苏兰刚好需要，殿下要这个，定好了就不能反悔了，不如再想想。布莱兹想到这个技能并不是兽人社会的主流，苏兰才6岁，不清楚其中的价值，想劝说一下。苏兰坚持道：“我就要这个。”莫格也在旁边帮腔：“兰兰喜欢就按照她喜欢的来吧。”莫格私底下也收集了不少古文技能，都想全部塞给苏兰。苏兰美滋滋的拿到千里眼古籍，看了一眼就学会了，随后释放精神力，以他为中心迅速向周边蔓延开来，很快覆盖了整个地心，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映入他的眼帘。新奇的体验让苏兰像独自一人在星际旅游一样，开心的咯咯笑，真好玩。突然，一道浩瀚的精神力捕捉到了苏兰的存在，猛地扭转视线，穿透了星际，再次看向了他。作为血脉亲人，莫格也察觉到了一股精神力接近苏兰，刚想出手阻止，忽然发现这道精神力莫名的熟悉，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个人他不喜欢。莫格皱眉，想让苏兰暂停继续尝试这个技能。就在这时，异变发生，苏兰的精神力和对方产生了亲人之间才有的共鸣，精神力共鸣趁着莫格没过来，猛地把苏兰拉入了精神海世界当中，落在了软绵绵的云朵上。苏兰再次化作了一个光点，来到了梦中的云海当中。怎么又来到了这里？我又开始做梦了吗？他对这里也比较好奇，到处东张西望。此时上次在梦中帮他疗伤的银发人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语气有些激动：“你在哪里？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的坐标。上次我察觉到你身上的星辰之力后，就一直想办法找你。”银发男子察觉到小光球不在，迅速来到苏兰的身边，人已经找到，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来把人带走。他的孩子不能留在外边。上次苏兰的星辰之力在星际中才出现了一小会就消失了，导致他一直无法找到苏兰的位置。苏兰一听这个陌生的叔叔要把他带走，心中警铃大作，想到贝斯姨让他小心那些无缘无故对他好的人，很可能是看他可爱，把他抓走卖掉。我才不告诉你呢，我不认识你才不跟你走。苏兰怀疑他不怀好意，警惕地往旁边躲了躲，身上的光芒闪烁了一下。骗小孩的拐子都喜欢跟你一样说话，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自己凑上来又是要名字又是要住址，跟拐子一模一样的。他已经准备退出精神力离开这里了。银发男人见苏兰警惕的表情，心里柔软了几分。这么警惕，跟你妈妈一个样。我叫星冕，你本该知道我是谁才是。你妈妈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的存在吗？我不是坏人，我是你的家人。星冕一句话终于让苏兰震惊了，这是苏兰第一次在别人口中听到关于他妈妈时。叔叔，你真的认识我的妈妈吗？一直以来，从没有人告诉苏兰妈妈叫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不来找她？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还有很多坏心眼的小孩嘲笑说他妈妈早就死了，也不要他了，不然怎么连照片都不留给他？苏兰不信妈妈不要他了，又找不到妈妈留下来的任何东西。苏兰这次靠近了这个奇怪的银发男人，才看清楚了面前人的脸。这张脸跟梦中银发女人的脸逐渐重叠，银发一同，身上泛着金光，如有星辰环绕在身边。星脸伸出手触碰苏兰，他的精神力快速流淌向了苏兰的脑海，两道跨越了星际之间的星辰之力，一见面十分欣喜，正在进行星辰一族特有的打招呼方式。苏兰紧张不安的情绪迅速被安抚了下来，奇迹的发现身体内部遗留的暗伤瞬间被恢复，精神力又有了突破的现象。星脸同样暗暗惊奇，你这么小就学会了怎么使用星辰之力，用的还挺不错，是谁教给你？他着急着把幼崽找到带回去，也是为了教导幼崽怎么使用星辰之力。身怀恐怖力量又没有及时得到教导，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苏兰记得和小光球的约定，选择了闭嘴，怕小光球被抓走。同时，苏兰感觉到精神力之间的共鸣，心里也已经清楚，眼前这个像拐子的叔叔确实是他的亲人，还是跟他妈妈有关的人。苏兰好奇地凑过去询问：“叔叔，你是我妈妈的什么人？能告诉关于妈妈更多的事情吗？我出生以来还没见过她呢。”一听苏兰这话，星脸心中顿感不妙，一个可怕的猜测如乌云密布萦绕在心头。他们从来不会随意丢弃孩子，除非是遇到了什么特别紧急的事，那只能证明他出事了。想到这个可能性，星脸的心沉了下来。就在星脸要解释自己和苏兰的关系时，另外一道霸道强横的精神力强行闯了进来，将苏兰护在了身后，警惕地看着星脸，愤怒地质问道：“你是谁？你想对我孩子做什么？”是莫格。他察觉到有股外来的精神力一直在和苏兰的精神力交错，想到让陌生人接近自身的精神力是大忌，莫格果断选择进入苏兰的精神海中查看情况。苏兰看到是莫格，开心地抓住他的手：“爸爸，你怎么来了？”这个叔叔说认识妈妈，我在等他说关于妈妈的事。莫格对此不说话。他们父女都没见过孩子的母亲，这个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星脸看到打断他说话的人，瞬间恼火：“是你！你这只黑蜥蜴从我这里抢走了星痕，他被你藏哪里去了？我找了他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人，你们的孩子都出事了，他肯定还活着。他们一族从来不会真正的死亡，就算精神海粉碎，也会化作星辰，飘荡在星际当中，重新积蓄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重逢。”莫格疑惑问道：“星痕是谁？告诉我。”眼前这个人与他破碎记忆中的少女有点相似，现在又对他冷嘲热讽，很大可能是熟人，连他都忘记了。你还有脸问我？当初我就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在一起。银发男子不知莫格发生了什么事，一听到他已经忘记了，瞬间勃然大怒，看莫格就像在看一个绝世大渣男。随后对着苏兰继续诱拐：“宝宝，到我这里来跟我过好日子去，跟你爸爸一起没有什么好出息。”苏兰呆呆地看着银发男子，被他们的对话说的脑子有点乱，只听清了一个星痕，是他妈妈的名字吗？莫格默然大怒：“你做梦，我才是他的父亲，谁也不能将他从我身边带走。”两人之间剑拔弩张，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苏兰的精神世界岌岌可危。小光球在外边转悠了一圈，进协会找到了苏兰，发现了苏兰的精神状态不对劲，强行闯了进来查看情况，就看到莫格和星冕在苏兰的精神海中大打出手。小光球怒了，你们两个当着小孩子的面打什么？都给我出去！瞬间两人一起被愤怒的小光球一起踢了出去。小光球又围着苏兰转了一圈，确认他的精神力没被伤害到，这才放下心来。苏兰看到小光球，有些虚弱的向他说道：“刚才那个星冕叔叔说认识我的妈妈。”小光球含糊其辞：“叔叔，叫他这么奇怪的称呼，他是个大麻烦。你还小，我希望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不会太累，趁着年轻先潇洒。”苏兰呆愣愣的，有些听不懂。现在你该从自己的技能里出去了，你爸爸要担心了。下次使用新技能控制一下范围，别碰到不怀好意的人了。苏兰退出精神力世界的时候，莫格跟着惊醒，对他最后一刻看到的场景产生了好奇。奇怪，他在最后的时刻看到的小光球是什么？强行把他丢出去的感觉很熟悉，他曾经在哪里见过？苏兰向莫格的方向跑了过来，看到他在发愣，伸手抚摸他的额头。爸爸，你怎么了？受伤了吗？莫格看着自己的小棉袄，关心自己，瞬间心情大好，同时也对苏兰身边奇怪的东西产生了好奇。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光球，你知道那是谁？小光球晃了晃。嘘，乖宝宝，别告诉任何人。现在不是我在别人面前暴露的时候，我会被抓走切片的。我还没潇洒够呢。苏兰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第一次说起了谎。爸爸，没有呢，他不想让小光球出事。莫格看着苏兰的样子，心中暗自扶额。孩子长大了，都有自己的秘密了。不过对方没有坏心眼。苏兰遇到了危险，他很着急。莫格不再追问，他决定私底下查一下星际当中这个神秘的星辰一族，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丢失的记忆也会再次找回来，不想留太多遗憾。老爷子身为星际之主，却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只因他女儿被判死亡，而好不容易有了一丝消息的孙女，竟也当他是个拐子，给了他一个白眼就走了。此时在遥远的星际一角，再次精神力回笼的星冕睁开了一瞳，察觉再次跟苏兰失去了联系，脸色不太好看。星冕看着面前一堆带不回任何消息的下属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养了一群废物，心里暗暗思妇，看来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此时星际深处议事大厅内，陛下，您又放出星辰之力寻找小殿下了，暗处那群家伙不安分，您要是出事了，到时候我们可怎么办啊？不久前星冕感知众人，他已经感应到星辰一族中多了一个族人，是大皇女星痕的孩子，他们即将迎来一个小殿下。星辰一族的人口非常少，作为长寿种族，难得有新生命的诞生，每一个幼崽的出生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找到了这个流落在外边的小殿下，大皇女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星冕直接下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发动全族之力，全力寻找大皇女和小殿下的下落。这不只是为他找女儿和孙女，同时也为整个星辰一族寻找未来。星痕扭头看向了后背，一幅巨大的照片，画中的银发少女，一头银发如瀑倾泻而下，头戴王冠，发丝泛着星光点缀着星辰，一双漂亮的一瞳看向了天空，对星际感到了好奇和向往。星冕伸手轻轻抚摸照片中的脸颊，内心沉痛不已。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失踪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可能已经丢了性命。星辰一族的人居住在这片最深处的星系，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每个族人平时也不会独自远行，他们享受这种和平安定的日子。星痕年轻气盛又活力满满，为了不想面对背上星系未来的压力，为了躲避每天处理不完的政务，终于有一天他来找到了星冕。父亲，别的星系都是什么样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吗？我长这么大还没出去过，一直待家里好无聊，真期待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于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潇洒的青春，养病归来的星冕接手了星痕的工作，而星痕也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星际旅游。一开始他还时不时的会发自己的最新消息回去，确保自己的安全，直到他卷入了一场异兽的阴谋当中。星痕察觉到各大星系的异兽频繁出动，他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有可能会威胁整个星系的安危。星痕抱怨自己总是多管闲事，同时也孜孜不倦地分享他的计划和一路上遇见的人。今天我遇到了一只很有意思的小黑龙，可能这次的冒险会愉快很多。星冕一开始是反对星痕的做法，他不希望星痕卷入危险当中，星辰一族也没有打算卷入世俗。直到打探消息的下属们跟他汇报，自己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还打算要结婚了，还是跟一只小蜥蜴，同时也发了莫格的照片回来。星冕大发雷霆，不同意星痕跟来历不明的人在一起，他的女儿是那么的单纯与善良，于是父女之间产生了争执，开始赌气，一段时间互不搭理。没想到从那之后，星痕就此人间蒸发，再也不见踪影。前去接应星痕的下属也说找不到人，只找到了一些已经被彻底摧毁的通讯设备和星舰。之后无论星冕怎么联系星痕都没有回音，星冕终于慌了，他开始后悔跟星痕赌气，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痛失爱女的星冕一夜之间白了头，绝望笼罩了他很多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得到星痕的消息了。直到不久前，他感应到了苏兰的求救声，他像是遇到了致命危机，下意识地向所有的亲友散发求救信号。不只是龙族听到了他的恐惧求救声，星冕也同样听到了来自亲人的求援。微弱的星辰之力在星际中比尘埃还要渺小，可对血脉亲人而言，苏兰的存在感是星际中最耀眼的星辰。星冕在察觉到星辰之力相呼应的时候，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那是星痕的孩子。他的感觉不会出错，可怜兮兮的幼崽遇到了难以应付的强敌，危在旦夕，很可能就此夭折。他心碎了，可那么年幼的孩子遇到了危险，以星痕善良的性格，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去保护。可他却听到孩子哭了很久，心脸越想越不妙，心中的猜测反复折磨着他。第一次感应到苏兰的时候，
幼崽还在恐惧不安，正努力的挣扎为自己求生，让人跟着揪心。终于第2次找到他的时候，他平安无事，看起来被照顾得挺好，心莲也终于放下心来。但看到那只小蜥蜴依然不是很爽，连自己的伴侣和孩子都保护不了，不如让我来抚养。此时议事大臣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小殿下的年纪应该上学了，据说星际之间的学校准备半年后进行相互的友好交流。虽然我们从不出事，但这次不得不去凑凑热闹了。星脸闻言点了点头，不错，可以，你们快去准备吧。星辰一族最近的动静有点大，上千年不爱出门的他们，在星际当中慢慢多了他们的身影，似乎正在找什么人。星辰一族中为数不多的族人也在他们内部的网络开始讨论起来，震惊！大皇女出门这么长时间，连孩子都有了，这什么速度？快把我们流落在外的血脉接回来！这个热闹我必须凑，我马上报名一起去找，无论在哪里都不缺吃瓜的人。而此时离开了古文协会的苏兰，却遇到了一个麻烦。副会长与其外甥因杀人和谋害皇族入狱判死刑，有心人利用了这件事，一条热搜在兽人星系的新网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景浩惹怒了小殿下，就得被判处死刑，这是否有失公允？景浩是副会长家族的人，私底下找到了维拉，希望他看在联盟的份上出手相助。维拉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应了下来。你们求到我跟前了，那我就帮你们一回。手底下人求过来了，不做点什么容易寒了他们的心。于是他拖着神秘人的关系，找到了其他星系的喷子团队。此时苏兰正好奇地盯着卡莎和他的经纪团队。卡莎身为明星，在了解来龙去脉后，转身对苏兰轻松一笑，交给我吧，应付这种舆论我们很有经验。在众多舆论声中，另外一道热搜迅速冲上来。景浩作为受害人家属之一，我感谢小殿下和陛下将横行霸道的真凶送上法庭。景浩随后附上了一条当场实时的监控视频，比起空穴来风，这个可是有实打实的证据。其实副会长家族在发起舆论前，已经把当场能销毁的监控都销毁了，奈何赤家身上时时开着监控镜头，这也是他来到这个星际从未关闭过的。所以这一波舆论不仅没有对苏兰的名誉产生伤害，反而让他的名声越来越好。网上一边倒的夸，我就知道小殿下心地善良，不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我的眼光永远不会出错。这么可爱又有正义感的仔仔，我一口一个亲亲，我试过了，刚开口带他离开暴君爸爸，去过好日子，下一秒我就被莫格打到医院了。维拉看着新网上一边倒的夸赞，坐在沙发上双眼微微有些失神。刚苦学完的苏菲娜一回来看到维拉心情不佳，拉住妈妈的手安慰道：妈妈，你怎么了？我会努力赢过苏兰的，你别生气了好不好？维拉的神情有些复杂，许久他才出声：我没事，苏菲娜你先去玩吧，我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苏菲娜捏着成功登记进入古文协会的证明，正准备想让维拉开心一下，她不比任何人差。好了好了，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吧，我现在有要紧之事要处理。维拉有点烦躁地摆了摆手，随后便感觉自己的通讯响起，里面再次传来神秘人的声音：维拉，这次换我们来，这次学校比试我们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苏兰。在这之前我有一批货通过暗网的渠道送到了黑市，你派人前去交钱取回来，放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别走漏了风声。维拉身为合作人，自然清楚所谓的货是什么，他抿了口红酒，唇上染上了绯红色。放心吧，这种事我已经做过了很多遍，不可能会出错。神秘人与维拉的联系再次中断。苏兰最近学习之余，沉迷于用新技能千里眼逛街，直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火红身影。苏兰想看看自己这位新朋友在做什么，于是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进入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城市，随后不见了踪影。苏兰的精神体刚想准备进入，就被一道不善的精神体盯上了，对他发动了袭击。苏兰察觉到了危险，在对方攻击时迅速收了回去。与此同时，他看到了一点零碎的未来。苏兰看到这里有很多兽人被贩卖，经历了折磨变成了怪物，身上都纹着同一个赤色天秤的印记。苏兰有些好奇地想着这些兽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拐子拐走了。苏兰准备带人偷偷过去查看情况，但他的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莫格的耳中。刚准备翻窗出门前往黑市的苏兰，被莫格揪住了衣领带了回来。黑市太危险，你不许去，我会派人过去调查。苏兰三番两次遇到危险，莫格盯苏兰盯得比较紧，有时候3更半夜都要悄悄过来看看苏兰还有没有呼吸。苏兰倔强道：我不去的话，会有很多人死的。爸爸，我不想让他们死，我想保护他们。莫格皱眉，他知道苏兰身上有各种奇怪的能力。就在这时，桑翠抱着一堆资料走了过来，焦急地禀报他调查到的事情。陛下，我们调查到星道最近跟黑市有交流，可能跟异兽有关系。听到异兽，莫格顿时正襟危坐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说来听听。桑翠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面色凝重地得出了他的结论。我们逮捕了几个非法潜入地心的星道，从他们口中得知，有一批危险的异兽被混入了黑市，同时地心内部也有人当内应，放纵异兽进来。虽然具体用途不知，但能够预想到其中肯定暗藏阴谋。莫格在一旁沉思，有大量的异兽出现在地心，带来的灾难不可预测。黑市里的人跟异兽关系匪浅，到底是谁在跟异兽合作？这是莫格他们一直想不通的事情。事不宜迟，莫格着手准备，想先将这批异兽全都拦截下来销毁。看到莫格在集结军队，苏兰闹着也要过去。爸爸，我也可以帮上忙，我很强的。兰兰也想让爸爸轻松点。莫格在犹豫，这段时间的相处，他知道苏兰身上有各种奇怪的能力，确实可以帮忙，但是私心他不想让苏兰卷到危险当中。桑翠同样不赞成苏兰去冒险。小殿下，这很危险，不如来我家，还能跟我学习处理政务，很快你就可以替陛下分忧了。莫格嫌弃地看着桑翠，一边去，你想要幼崽就自己生去。本来还在犹豫的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兰兰迟早会面对这种场景，我先带她去体会一下，还能保护她，不然她回来一看
幼崽被人拐跑了，他哭都没地方哭去。莫格集结了队伍，桑翠也把伪造好的黑市入场证明送了过来，一群人乔装打扮就开始出发潜入黑市。凌晨2点，古老钟表上的指针指到的时候，一个无人巷子里，墙壁咔的一声裂开，露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里面出来了几个门卫的人，正警惕地查看每个人的黑市入场证明，不少遮挡自己真面目和身份的人趁着夜色而来。莫格带来的人，不少人跟随而进。黑市每次开起来往的人都很多，门卫也没有太过于奇怪，很快就把他们放了进来。苏兰第一次来到以混乱无序闻名的黑市，好奇地偷偷四处乱看。与想象中的混乱场景不同，这里到处都是饮酒作乐的人。不同的是，多了很多帝国严令禁止的违禁品，见不得光的交易里，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苏兰看了一圈，把周围的人的模样都记住了。莫格看着直皱眉，帝国得从头到尾彻查一遍了，一个个的都在把威胁到他人安危的东西往地心里带，这些不过是开胃菜，真正想要看真家伙，还是在黑市最深处的拍卖场当中。莫格伪造了一个身份和黑卡，轻松的就混了进去。在拍卖场里，莫格和苏兰看到了一些兽人正在被拍卖，面带惊恐和无助，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绝望。苏兰嘟着嘴皱眉看着眼前一幕，对此很不满。为什么他们会用普通人当作是货物？他们也是有父母和亲人的，要是他们知道了这些该有多难过啊！苏兰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改变这一切。小光球在一旁安抚苏兰，人心分好坏，有些人不会把阶级低于自己的人当人看。你爸爸不想让你过来，就是怕你遇到危险他承受不住，也怕你看到太多阴暗面。苏兰不希望看到任何无辜人受到伤害，那就通通毁掉好了。苏兰在心里暗暗思妇。拍卖会上，台下的观众对普通的兽人没什么兴趣，他们期待的东西在后边。苏兰把他们都买了下来，准备把他们送回老家，当然钱是不会给黑市的，等会就先捉开揍。就在这时，拍卖会的人推出了一车子用红布遮盖的东西，掀开红布，当众人看到车子上的东西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个个震惊地看着台上。莫格此时也瞪大了眼睛，有点不可置信地看着小萌娃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竟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黑龙爸爸的死对头。此时黑市拍卖会上，当主持人命人把最后一件拍卖里的红布掀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俊美的墨发男人，头上顶着一对锐利的驯鹿角，跟异兽一样的赤红色瞳孔，一个融合了兽人、异兽和机械制造出来的生命体。苏兰看到这个怪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用手偷偷捂住眼睛，露出一条缝隙查看这个怪人。这是什么？有点像异兽又像兽人，好奇怪啊！莫格咬牙切齿地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安迪，贝斯死了多年的亡夫，那个本该刻在墓碑上的名字。莫格的怒气达到了顶峰，保家卫国牺牲在战场上的安迪本来应该安息，而不是被人改造成这个模样，这是对帝国的羞辱。安迪是贝斯姨家里照片的那个叔叔，可他现在变得好可怕。苏兰抬起俏生生的脑袋，有些疑惑。维拉看到安迪这个老熟人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真是个惊喜！没想到那位大人的实验居然真的成功了，不知道贝斯看到她亲爱的丈夫变成了这个鬼样子，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可真是让人期待呢。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人买下来，命令安迪去杀了贝斯，到时候他一定会好好欣赏。贝斯不可置信的目光，被改造成异兽的安迪出现，瞬间激怒了莫格。冷静了一段时间的理智又出现了问题，此时他已经赤红了眼神，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们，杀光所有人。理智走向崩溃的时候，莫格意识中出现了一道身影，银色的发丝在他眼前掠过，少女的指尖点在他的眉间，星辰的力量正在让他恢复。莫格，冷静点，你要是变成疯子，我就不喜欢你了，到时候我抱着孩子去找第二春，让你哭死。心狠。莫格在那个奇怪的男人那里得到的名字从嘴里说出来，就像他曾经叫过这个名字无数次。银发少女惊喜呀，认出我来了，不容易啊！还有，宝宝需要你，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危险的地方看你发疯，都是当爸爸的人了，稳重点。少女指尖一推，莫格撞到了椅子，靠背清醒了过来。苏兰正握着莫格的手，想用自己的星辰之力让他清醒一点，脸上很是担忧。爸爸，别生气，他们坏，我们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恢复冷静的莫格安抚了一下苏兰，随后开始吩咐旁边的侍卫，可以准备行动了，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兰兰，你跟着我。莫格率先打破了现场的嘈杂，他掏剑起身，直接砍向高空，大吊机从高处坠落，现场陷入一片黑暗。此时场上的主持人正激情地讲解他们的得意作品，发现有人捣乱，瞬间变脸。这位客人，你要干什么？不要坏了这里的规矩。主持人还以为是有人太过激动，故而破坏了场内的设施。黑市可不是谁都能来闹事的地方。伴随着莫格脸上的面具揭下，露出了面具下他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规矩，在地心我就是规矩。灯光下，所有人都认出了莫格，和他旁边的苏兰是暴君陛下。陛下和小殿下怎么会在这里？苏兰此时出现在最显眼的拍卖会台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这是我罩着的地方，我都看到了，你们犯罪了，我要把你们抓起来。苏兰和莫格一个比一个嚣张，场内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带武器的战士，开始守住整个场馆。躲在另一个包厢内的维拉看见莫格和苏兰出现在这里，也不管神秘人的交代，急忙起身准备脱身。莫格和苏兰都见过他，如果被他们发现自己出现在这里，容易影响他们的大计。维拉趁着无人注意，目标明确的溜进了一处暗道撤离，临走前还往人群里丢了一颗小巧玲珑的珠子，珠子摔碎在地上，一股透明的气息流窜出来，正在慢慢刺激台上沉默的安迪。黑市的主人察觉到了动静，对此无动于衷，吩咐了一句：等下就让人彻底毁了黑市，把所有的证据都给烧了，绝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当年干的事情。随后便悄然离开。黑市里，
苏兰正在帮忙抓人，不许动，我要帮爸爸抓人，再乱动我就不客气了。一个个兽人本想从苏兰这边突围，但都被苏兰的实力给震惊了。这是一个幼崽能有的力量，等他长大不得比莫格还能打。随着一声锁链炸开的声音响起，苏兰察觉到危机，忙往台上看去，只见本来困住安迪的锁链瞬间断裂，安迪活动了一下筋骨，随后失控了一般，在人群里大开杀戒。本来以为自己是猎人的顾客，顿时成了猎物。很快安迪就跟莫格对上了。安迪，你冷静点，你还记得你是谁吗？贝斯一直记着你，你还有理智的话，我带你去见他。安迪的眸子看不出是不是有理智，认不出眼前的旧相识，对贝斯的名字反而有点反应，但很快脑子里快炸开的声音正在影响安迪，找到那个身上有星辰之力的幼崽，然后杀了他。活着的星辰一族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声音吵得安迪的脑子嗡嗡作响，是不是杀了这个人就不用这么聒噪了？苏兰发现安迪正在看着他，随着跟安迪的距离越来越近，苏兰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好奇怪，你是我第二个看不到未来的人。小光球看到安迪的时候，感觉这一幕有点熟悉，他曾经在哪里见过？宝宝离他们远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对身怀星辰之力的人有很大的恶意。安迪身如鬼魅，一下子就来到了苏兰的身后。身怀星辰之力的小鬼，找到你了。他刚向苏兰伸手，几道强横无比的精神力瞬间袭向了安迪的致命处，是莫格和星脸暗中留在苏兰身上的精神力和星辰之力。莫格也面部的是曾经的部下，迅速来到苏兰身边跟安迪对上。安迪继续靠近的时候，赤红的眼睛被地上的一抹金色吸引住，慢慢躬身捡了过来。苏兰一摸，头发上的四叶草发夹不翼而飞，瞬间委屈了，叔叔，这是我贝斯姨送我的礼物，你不能拿走。苏兰很喜欢金闪闪的东西，之前他出院的时候，贝斯送了一个四叶草金发夹给他当礼物。四叶草是幸运的象征，可以保佑他平安。怎么打着打着就开始抢他东西了？坏叔叔！安迪不说话，看着掌心的四叶草图案发呆。他曾经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藏在心口处，丢哪里去了？心里空落落的，得找回来。脑子里还总是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安迪，我阻止不了你上战场的决心，请你在战场上平安归来。我送你四叶草平安符，你一定要回来。随着安迪愣神之际，很快脑海里又出现了鼓动他杀人的声音：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动手？你是我完美的作品，我不容许你不听话。安迪的脑子头疼欲裂，他不是为了杀人回地形的，这不是他该做的。直觉告诉他不能继续动手了，有人会生气的。随后安迪捏紧发卡，消失在了黑市中不知所踪。莫格警惕地看着安迪离去的方向，抱起苏兰仔细查看他有没有受伤。苏兰缩在了莫格的怀里，生怕下次不带他出来，忙解释道：爸爸，我没事，我只丢了个发夹，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我下次还能继续帮忙，下次这种危险的事我绝不带你来冒险了。撒娇也没用，带苏兰过来还是太危险了，还是等他再大一点吧。紧接着莫格便命令手下对黑市中没来得及逃跑的家族进行严厉审问，同时调整他们参与进来的阴谋。在星辰一族的星系当中，星脸一下子察觉到了苏兰又再次遇袭，这让他仿佛回到了星痕突然失踪的时候。这孩子到底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跟着他爸爸天天吃苦受伤。下属这时过来汇报，已经向所有星系发送了保姆机器人，一发现小殿下的踪迹，马上就会把坐标发过来。而此时已经有几个保姆机器人坠落在了苏兰所在的兽人星系。苏兰从黑市里出来后，又被莫格马不停蹄地送去检查。贝斯检查了一番，一脸无奈：陛下，小殿下身上只有蚂蚁大的伤口，再来晚一点就愈合了。有时候幼崽也是需要一点历练才能长大，这么溺爱幼崽是不行的。莫格听到贝斯的话，这才松了一口气，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有问题。贝斯姨，我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有点像安迪叔叔，还抢走了你送我的发卡。贝斯冷静道：可能是看错了吧，他已经过世了。至于发卡，回头我再送你几个。从黑市回来后，苏兰又恢复了2点一线的学校生涯。这天，苏兰正在释放精神力，在地心游玩，突然听到房间外传来爆炸声。什么情况？有人攻入了皇宫吗？苏兰忙往窗外看去，就看到几个光点在半空中滑落，接二连三的坠落在花园中。苏兰双眼一亮，是流星。小光球瞅了一眼，总感觉这些坠落的东西在哪里见过，看起来像是强行闯入兽人星系被击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不过对你应该是无害的。女仆长过来敲门：小殿下，你没事吧？不知道是哪个星系的机器人靠近，被我们击落了。小殿下不要靠近。话语刚落，苏兰直接翻窗张开龙翼飞了过去。不远，我先去看看是什么。幼崽的好奇心总是很强烈，丝毫不惧怕危险。苏兰凑近，发现了陨石坑里的几个机器人，椭圆形，还围着可爱的小围裙，看设计不像是兽人星系有的东西。几个机器人一爬起来，看到苏兰正盯着他们，瞬间展开了防御。苏兰好奇他们是哪来的，运用星辰之力对他们展开了调查。一瞬间，星辰之力被几个机器人检测到。等等，这力量好熟悉啊！他们感受到苏兰的星辰之力时，当场宕机了。他们是出来找人，怎么一出来就找到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苏兰拍了拍他们光秃秃的机械脑袋，怎么突然不动了？坏掉了。而机器人在反复测试苏兰这股星辰之力，机器人发出了惊喜的叫声，激动的浑身冒烟，看起来离报废也不远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小殿下了！保姆机器人们没想到他们一落地就找到了小殿下，一个个拽住了苏兰的衣袖转圈圈。小殿下，陛下找你找得很辛苦啊，我们马上就带你回去。苏兰一动不动，看着兴奋的机器人陷入了沉思。我就是这里的小殿下，我还要去哪里？难道你们真的坏掉了？保姆机器人赶紧解释，我们是星辰一族的智能机器人，是陛下派我们出来找小殿下的。听到星辰一族派过来的人，苏兰顿时兴奋了。是妈妈那边过来的机器人，那你们见过我的妈妈吗？小光球轻轻抚摸了一下苏兰的小脑袋，温柔地蹭了蹭，怪不得觉得他们眼熟，原来是保姆机器人呀。别担心，你妈妈她没什么事，只是暂时没办法回来。
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的。苏兰惊喜地看着小光球，这是真的吗？小光球有点心虚，但还是安慰苏兰，我从来不骗你。这边保姆机器人刚准备将苏兰的坐标发回去，发现虽然自己的保姆功能还在，但被击落后很多功能都失效了，根本发不出去。机器人干着急的时候，莫格已经带着桑翠他们赶过来了。看到几个来历不明的机器人待在苏兰身边，嚷嚷着要把他带走。苏兰还很难过的样子，顿时火冒三丈。莫格提起刀，便准备当场把机器人报废。机器人自知打不过，瞬间开始表明他们是星辰一族来的访客，并没有恶意。莫格警惕地看着几个机器人，你们过来干什么？保姆机器人礼貌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并希望莫格帮忙维修他们，可以让他们把坐标发回去。一旁的桑翠听了震惊，看到莫格越来越黑的脸，默默挪到一边，生怕被殃及池鱼。机器人果然还是机器人，当着人家亲爸的面要把柚子带走，这不是找死？莫格眉毛一挑，冷笑一声，带回去。我就知道你对我的孩子图谋不轨，全都抓起来，通通丢去垃圾星报废。桑翠眼疾手快，迅速叫来侍卫，来人，快把他们都插出去，不要再出现在陛下的视线里。侍卫们过来准备把机器人拉出去报废，机器人们纷纷抗议，暴君，小殿下救我们，我们很好用的，别不要我们。这些喋喋不休的机器人声音过于熟悉，莫格还在康复当中的退化症再次出现了幺蛾子，让他恍惚间看到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战争中途整顿队伍的时候，莫格外出探查，遇到了异兽部队袭击，伤痕累累的他掉到了一处人造虫洞中，睁眼时是虫洞中绚丽的色彩，美得与战场格格不入。莫格突然听到了有人带着机器人靠近的声音，以为是敌人，在接近的瞬间一刀击飞了几个机器人，同时他还圈住了少女的腰肢，向自己这边拉近，发动袭击，准备先下手为强。那几个机器人急死了，暴君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救命恩人？殿下就不该救他。莫格的攻击被银发少女轻松格挡住，灵巧的星辰之力化为绳子，反手将她的双手捆得严严实实，绳子的另一端出现在了少女手上。小黑龙，老实点，我好心带保姆机器人来救你，你这么激动干嘛？再不老实一点，你就要流血流死了。这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莫格愣神的瞬间，丢失的记忆正在慢慢找回来。再次看到这些同款机器人，心情复杂。他接触到过去相关的人和事情，就容易恢复一些记忆。你们暂时可以留下来了，但是不允许把我的孩子带走。有什么事，让你们背后的主人亲自过来交涉。小龙女才刚当了几天小公主，外公家就要来抢人，并且还要把全族送给她当见面礼。只因小龙女刚出生就流落在外，受苦了6年，他们想弥补这6年来所有的缺陷。此时星辰一族所在的星系，从不涉事的他们，这次主动报名了星际之间的学院交流，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女儿和孙女找回来。星冕此时正命人准备好送给苏兰的见面礼，这次我得亲自出马，把那个孩子接回星辰一族。星辰一族的星舰上，各种见面礼装得满满当当，星冕看来看去总觉得不够。大臣们看着塞满的上百艘星舰，顿时汗流浃背了。陛下，这是不是太多了？还没见到人您就这么激动，这太溺爱了。星冕却在一旁乐呵呵笑着，不多，除了留守的人，其他人都跟我一起去抢抚养权。一段时间不出门，可能星际当中那群人都忘了我们。这次不只是接人，再顺便去看看那群家伙老不老实。身为星际中强大又神秘的种族，星系不少文明都是星辰一族的附庸，神秘、强大、隐士是他们身上的各种标签，导致不少附庸星系都在猜测星冕是不是已经死了。一些怀有2心的人都准备在暗中偷偷搞事情。星辰一族第一次正式出现，引来了不少人关注。这么多年了，宅了多年的老大终于舍得出门了，这让他们多多少少有点震惊。一些小动作也纷纷收紧。星辰一族此次去地星，需要经过无数个星际虫洞跳跃，目测在比试中途可以来到现场。得到内幕消息的众人都备好了礼物，亲自前往，好奇星冕这次出面究竟是为了什么。苏兰和莫格此时也到达了机场，他们这次是去参加星际学校之间的交流比试，每个小队伍各有10个人。苏兰窝在莫格怀里，好奇地看着大家伙，好大的星舰，比之前做的还要大，我以后要开这个去打架。莫格宠溺地点点头，好，回头你喜欢什么样的随便挑，到时我来教你怎么操控机甲。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贝斯放心不下苏兰，也以随行医师的名义一起前往。旁边几个保姆机器人帮苏兰提行李，递茶水，递零食，这一套行头更像是出去旅游的。在星舰上放好行李，苏兰一眼就看到了人群当中有2个熟悉的面孔，好巧，怎么是你们？你们是我的队友吗？一个是一段时间不见的小熊猫塞拉，另一个毛茸茸的红狐狸少年，笑眯眯地跟苏兰打招呼，竟是一段时间不见的赤甲。小殿下贵安，很久不见了，上次一别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了。莫格坐在远处，跟桑翠远程处理公务，眼角余光时不时看着苏兰，防止他出意外。莫格提前已经看过苏兰队友们的资料，确认他们没什么问题，才任由他过去和队友互相了解一下。苏兰看着赤甲他们，俨然一副大姐头的样子，拍了拍娇小的胸脯，这次大家都在同一个队伍，我会罩着你们的，如果哪个坏蛋敢来找我们，我就揍飞他们。赤甲看着个头比他还要小的苏兰，认真的说着要罩着他。赤狐耳朵敏锐的动了动，不由得想起了这次他在学校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人送来的学校交流邀请函，刚好还和小殿下一组，太巧合了。赤甲怀疑那个人是冲着苏兰来的，他得准备保护这可爱善良的小殿下了。泽维尔和艾莲这时也过来了，跟苏兰他们会合，10个人的队伍凑齐，互相做了介绍，然后开始了狂吃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队伍路过用餐区，向苏兰投来了怒视的目光。苏兰顺着看了过去，坐在远处盯着他的人果然是苏菲娜。见苏兰看过来，苏菲娜冷哼一声，坐远了点，依旧对苏兰保持着敌对的态度。此时星舰家属区，维拉正对神秘人大发雷霆，你居然背着我找了苏菲娜，你是想现在就跟我翻脸吗？维拉十分抗拒他人插手他的教育，
他的教育没有任何问题，总有一天会把可爱的苏菲娜带上人人追捧的地位。神秘人哈哈一笑，这次的比试很有趣，我加了一些好玩的东西给他们，一定会让你的苏菲娜成长的。说完直接挂了通讯。维拉盯着通讯咬牙切齿，这种失去掌握的感觉让他心慌。吃饱喝足的苏兰他们讨论关于这次的交流比试，小熊猫塞拉已经提前准备了资料。殿下，我查过了，这次个星际之间的学校比试会来不同星系的种族，有些人可能会看不起我们兽人星系的人，如果有人敢对您不敬，我就咬他。爱莲在一旁咬牙切齿，这小熊猫居然抢他八卦的工作，他这头号小弟的称号要不保了。泽维尔也提前查阅了不少资料，清楚让人闭嘴的最好利器是什么。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在比试中打服他们，他们不敢说什么，谁不服就打过去，问就是友好切磋，文明交流。小光球现身偷吃了一些糕点，宝宝不用担心，看谁不爽揍过去就是，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打服他们。苏兰当即准备迎接挑战，好，到时候我罩你们。经过了几天的星际旅行，星舰终于到达了伯克星。苏兰下了星舰，就被这陌生的星球深深吸引到，每个人都长得稀奇古怪的，有很多梦幻种族，甚至还有机械文明的人。就在这时，一群看着不太好相处的人迎面向他走来，队伍中的人年纪看起来跟苏兰差不多大小，身上没有兽人的特征，带着一些闪电的痕迹。小熊猫塞拉第一时间跳出来，您好，请让路，挡到我们小殿下了，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苏兰疑惑地晃了晃小脑袋，塞拉这是从哪里学来的？苏兰顿时感觉自己像带着狗腿子的骄纵坏蛋一样，画风一下子都变了。对方看了塞拉一眼，尖牙利齿的讽声顿时就来了，兽人星系的幼崽，什么乡下地方来的人都能跟我们一起比试。伊莎自认为是高级文明星系来的贵族，看到塞拉很不高兴，甚至还推了他一把。苏兰看到队友被刁难不高兴了，走过去怒视他们，你推我的朋友，道歉，什么高级不高级文明，你很没礼貌。苏兰的瞳孔闪烁了一下，身上的星辰之力正在酝酿蓄势待发，随时出手将他们打飞。在看到苏兰双瞳的一瞬间，伊莎身后几个队友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威压，让他们感觉到了恐惧。他们隐约在苏兰身上看到了那个银发族群的身影，他们憋在嘴里的话到底没有说出来，意识到不妙，急匆匆的跑掉了。莫格他们刚带着随行的东西从星舰下来，目光扫向了几个人的背影，面露不悦，吩咐属下去给他们一点教训。莫格也不是没跟这些文明的人打交道，吃点教训又不敢说话了，傲慢的人得吃点苦头才行。苏兰不等把行李放回住所，就带着人四处乱转，提前熟悉一下场地。伯克星是专门为比试准备的星球，星球上涵盖了星际当中各种地形，可以让选手们体会不同星球的文化和地图。期间还有不少人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幼崽，纷纷友善的邀请苏兰到他们星系去游玩。小光球在一旁算了算时间，宝宝这么喜欢去玩，等你生日，我给你送个适合星际旅行的星舰，随便挑，我多的是。苏兰眼前一亮，生日礼物？真的吗？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小光球在旁边支支吾吾没有说话。苏兰没有在意小光球的反应，反而开始期待起了自己未来的生日。活这么大，苏兰还从来没有人给他庆祝过生日，就像他曾经误以为自己的出生也是不被期待的一样。有了生日礼物的期待，苏兰一整天都特别开心，带着队友和新交的朋友们到处乱跑，吃吃喝喝的别提有多快乐。就在这时，苏兰遇到了采购礼物的贝斯，刚想打招呼，就发现一道鬼魅的身影在跟着贝斯，是黑市里逃出去的那个安迪实验体。苏兰脸色一变，迅速跑到了贝斯和安迪的中间，怒气冲冲地看着这个实验体，一边招呼贝斯，咦，快走开，这里有坏人。安迪看着警惕的苏兰，发出了一声邪笑声，鬼魅身影一摇晃再次消失。贝斯疑惑看着紧张的苏兰，将他拥入了怀里，警惕地观察四周。小殿下，这么着急是发生了什么事吗？贝斯疑，人，我看到了人，是照片里的叔叔。好几个人都告知过贝斯，安迪可能死而复生，难道是有人利用了他的尸体？贝斯当即带着苏兰找到莫格，讲述了刚刚的诡异经历。正远程处理公务的莫格面色凝重，对此有了新的猜测，难道是幕后黑手故意带过来？看来这次的交流比试不太平了。莫格找到了主办方，提前发出了预警，而实验体也像消失了一般，之后从来没有出来过。时间一晃来到了交流比试的那一天，苏兰他们正在广场上听着比赛规则，还有一个专门留着的座位，属于他的主人迟迟未到，只标明了是星辰一族的位置。莫格看到隔壁座位后，想了想模糊记忆中相处不太友好的新年，对方还想抢苏兰，莫格私心还是挺不想见他的，但是事关伴侣的消息，他又迫不及待想接触。很快众人的视线都被比赛规则吸引了，规则并不难，比赛组队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场地，每次都是2个队伍，双方开始切磋，直到把对方全部淘汰掉为止。不同年龄段最后剩下的一组就是冠军，不允许杀人，也不可以让对方致残留下后遗症，友好比试交流。比赛规则又臭又长，苏兰听着昏昏欲睡，一旁的保姆机器人让苏兰靠着他们，还煽风避零时，附近的对手震惊看着窃窃私语，这是哪个星球来的幼崽？太嚣张了，快要比试了还随身带一堆保姆，这样的选手真的有战斗力吗？心里也同时在祈祷，这种队伍最好能让自己遇到。正在念叨比赛规则的期间，监控室里悄然进来一个神秘人，手中带着一堆晶莹剔透的试管。正在监控室摸鱼的人本来翘着2郎腿，一看到神秘人过来吓了一跳，大人您怎么亲自过来了？神秘人扬唇一笑，不用管我，接着抚摸着这些试管如心爱的宝贝。不同星球之间想和平相处，那多无趣啊！生物的本性都是弱肉强食，我来给他们找点乐子。如果能让个星际文明之间撕破脸皮，那就更有意思了。比赛规则念了大半天，终于念完，比试正式开始。苏兰他们队伍进入的
的是溪流场地，他们能落脚的地方比较少。溪流中有各种滑溜溜的礁石和半空中随风游动的水母怪物，一发生战斗，他们就会主动发动攻击淘汰选手，所以对手和水母两者都要防备。苏兰他们的对手刚好是之前嘲笑苏兰的风铃队伍，擅长驾驭风的族群。风铃远远看到苏兰他们，瞬间觉得自己赢定了，太好了，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你们，这下我们有希望了。他们认为苏兰娇生惯养，看上去就像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弱的，这不是妥妥的福利局。苏兰看对手兴奋的模样摸不着头脑，他们在高兴什么？星际里的人这么热情的吗？看到我们这么开心，他们不会是傻的吧？苏兰偷偷对比了一下对方实力，太差了，打起来没什么意思。泽维尔这时也幻化出兽体，庞大凤翼威风凛凛的张开，看起来不太像，我感觉他们在小看我们。手痒了准备开揍，爱莲则惦记着中场休息时的点心，等会儿打慢点，里面的点心跟外边卖的不一样，不吃点就结束太可惜了。正在围观这场比试的人正在津津有味的讨论哪边能赢。风神星的天才风铃，我记得他挺出色的，听说他还跟传闻中星辰一族的人学习过，这支队伍遇到他们也太倒霉了。听说那是兽人星系的小殿下，看起来挺可爱的，哭了就来依依怀里，一一安慰。就在吃瓜群众们激情讨论的时候，苏兰已经拔刀了，伙伴们，这把是点心局，都打慢点。风铃笑呵呵的御风向苏兰驶来，小妹妹，这么长的刀拿稳了，别伤到了自己，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幼崽，打一下会不会哭啊？苏兰遇事不决，直接开揍，来势汹汹，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风铃忙化风为盾，抵挡大砍刀的冲击，苏兰的力道差点让风盾破碎。他震惊地看着苏兰，年纪这么小，怎么看起来这么虎？苏兰再次捏拳凝聚星辰之力，准备先报废对方的头号种子。风铃看到这股力量，恍惚间想起多年前路过风神星的那位银发女子，熟悉的味道是那么的相似。而就是这一恍惚，忘记了防御的风铃一下就被苏兰打落到溪水中。风铃依旧愣愣地看着苏兰远去的背影，恍惚间看到了心痕骄傲的小表情。我没看错吧？怎么可能？6岁小奶娃提着大刀去决斗，不仅打得外星学院的人屁滚尿流，更是让全星际拉起了一级警报。谁知黑龙老爸不但不生气，还一脸的得意。我的孩子果然像我，不愧是我的孩子。莫格突然出口炫耀，3句话都离不开苏兰，活生生一个虫仔狂魔。我劝你们不要太嫉妒，更别想跟我抢幼崽。说起来，苏兰她的生日快到了，也不知道桑翠暗中准备的怎么样了。她得送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在半空吃瓜看戏的小光球若有所思，这次来的熟人有点多，我该不会被抓包吧？作为一个到处旅游冒险的小光球，他的交友范围还是挺广的。就在这时，陆陆续续有晋级的人走了进来，而博科星外有不少人正在靠近。星冕察觉到了，时不时散发出来的幼崽气息，目光死死盯着博科星的方向，手指轻敲桌面，面露喜色。我好像察觉到了那个幼崽的气息，他果然来了博科星。这次出来我果然来对了，快点过去！这么危险的地方，我怎么能让他单独留在那里？陛下，目前能安全到达博科星的人都挺安全的，您太担心了。陛下应该担心的是，怎么在孩子的父亲那里抢到抚养权？对方听起来挺强势的，精神力直接跟星冕对打不落下风，是个难缠的人。星冕笑笑没有说话，吩咐属下加快速度。顿时上百艘星舰最后一次跳跃了虫洞，到达了星冕心心念念的地方。而缺席的人也终于抵达了博科星。苏兰正在围观别人的比试，看看自己未来的选手都有什么本事。旁边的保姆机器人则拼命的给苏兰递着茶水和零食。伊莎战胜对手后笑嘻嘻的进来，在看到苏兰的瞬间笑容消失了。没想到你第一轮居然没有被淘汰，你的运气可真好。苏兰扭头纠正了伊莎的说辞，不是运气，是实力。你要是遇到我，我就打趴你。伊莎冷笑了一声，显然认为对方在说大话，带着自己的队友走到了休息区，可能是运气问题。苏兰他们第2轮就对上了伊莎的队伍。伊莎一看到苏兰，觉得他可太幸运了，碰上我，这次你没有好运气了，我一定要亲手把你打败。但他的队友们却陷入了沉默，他们上一次被苏兰身上的力量吓到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欲望，非打不可吗？要不我们这一轮算了吧。此时伊莎的一个队友站出来犹豫道。伊莎目瞪口呆，你们到底帮哪边？他倒了什么霉，会遇到这些没用的队友？观众席对此也议论纷纷。啊，不是，都没开始打，为什么这么快就想放弃了？什么鬼啊？苏兰这么可爱，他们怎么一副见鬼的模样？时间一到，不等伊莎他们反应，苏兰直接开打了。苏兰最近用惯了大长刀，用得如鱼得水，和伊莎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伊莎越打越吃力，难道苏兰击败风铃靠的不是运气？他们的战斗让台下的吃瓜群众们看得特别开心，不少人也慢慢看出了苏兰用的技能招式真的太眼熟了。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观众席上吃瓜看热闹的宁静，一道银发一瞳的人影匆匆而来落座，精神力顿时展开，在整个博科星上寻找苏兰的下落。温和又带着威严的声音落在人群里，是我来迟了。身为唯一一个应邀却来迟的人，星冕的到来让在场的人纷纷侧目，好奇地探究这个嚣张的人。在看到星辰一族标志性的银发一瞳和身上磅礴的星辰之力时，很快就认出来，这就是星辰一族的陛下星冕。是星辰一族的人，他们居然真的过来了。老大，看看我，我要跟随你。莫格注意到了星冕的到来，艰难地把注意力从苏兰身上挪了回来，看向了星冕。对莫格来说，这算是他没恢复记忆时第2次见到的人。在近距离看到星冕时，莫格头痛欲裂，支离破碎的记忆再次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和星痕正在热恋当中，已经决定在解决异兽之后就回去办婚礼。可
星冕在光脑的另一端却对莫格万般挑剔，不赞同他们在一起。年轻气盛的莫格跟星冕起了点争执，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看来星冕这次过来十有八九是来跟他抢幼崽的。莫格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而正在嗷嗷战斗的苏兰，在星冕进来的一瞬间，便察觉到了这股熟悉的气息，是上次那个银发叔叔。他来这里做什么？小光球认出了那道气息，为苏兰的未来感到了担忧。宝宝，多珍惜你现在的好日子，可能很快就要到头了。星辰一族的教育是出了名的卷。苏兰在一旁有些听不懂，小光球又在胡说什么。忽然小光球眼尖的看到比试场地上多了一些身影，在靠近苏兰他们，浑身还散发着不祥的气息，连忙提醒苏兰，宝宝注意了，有人要来捣事情了。话音刚落，大地开始震动，苏兰听到了熟悉的异兽叫声，很快就预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己的队友，我可能带点坏运气在身上，只要是比试的场合总会遇到一点袭击。爱莲他们回头发现身边围过来了不少异兽，比之前在试炼之森里遇到的还要瘆人。实验体安迪站在众异兽前面，赤红的目光已经失去了理智。可爱的幼崽们，我接到命令过来杀你们了，快逃吧，被我抓到就是你们的死期。他的目光落在了苏兰的身上，那位大人说这是一个会影响他们计划的人，这次一定要解决掉他。异兽的出现让在场的人脸色一变，一直在观看比试的贝斯在看到实验体安迪的时候瞳孔一缩，安迪你活了过来，但是我宁愿你一直沉睡安眠，而不是被人利用。贝斯看着故人归来的身影，蓝宝石似的眸子点燃了熊熊怒火，是谁对他做出了这种事情？在这个时候是故意给我看的吗？贝斯扭头看向了屋子里唯一的监控，监控冰冷的镜头就像有人一直在盯着他的反应。哈哈哈，被你发现了，好戏开场，请主角开始表演，我需要记录下激动人心的相认时刻。贝斯愤怒地将监控彻底捏碎，该死的！维拉听到贝斯怒吼声音，快步走了过来，欣赏这美妙的画面，猜测贝斯的表情，看到自己的爱人变成这个样子，会悲伤吗？会痛哭流涕吗？只有看到贝斯经历了苦难，她才会觉得他们都一样了。但她又有些嫉妒，能等到丈夫归来的贝斯，因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了然一身，没有灵魂的活着。莫格此时心急如焚，也没有再去管星冕，快步往比赛场地内飞去。星冕顺着莫格的视线看向了屏幕当中的幼崽，看着那道坚毅的金色瞳孔，他很快就认出这是他多次看到的小光点，是星痕的孩子，顿时也起身跟着莫格飞去。突然人群里传来一声惊呼，快看，这个幼崽在干什么？此时交流比赛场地内，小光球正在焦急地劝阻苏兰快跑。苏兰小脑袋瓜很快就想好了，他要做的事情，他们是冲我来的，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会受伤的。安迪实验体疑惑地看向苏兰，你不怕我？大家都在逃，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安迪看到这样的苏兰，混沌的脑子里总是想到一个人。苏兰扬起了小脑袋，一脸的认真，我不会死在这里，你不一定，我看不到你的未来，但是你的未来不该是这样的。苏兰打完嘴炮后紧握长刀，叔叔，我来揍你了，做好准备了吗？安迪实验体脑子里顿时一道急躁的声音响起，你在干什么？这么喜欢跟幼崽聊天吗？有个人正在赶过来，快杀了他，我还想看他们自相残杀。神秘人像是在观测什么有趣的实验，催促安迪动手。安迪身体颤抖了一下，最终归于平静，眼中只剩下了杀戮的欲望。随后猛地出手朝苏兰挥去，苏兰早有预防，提起长刀格挡住，凭借细小的身躯跟安迪缠斗着。苏兰的战力很有意思，他看起来弱小，但是跟谁都能打得五五开。此时他开始积蓄星辰之力，准备跟对方硬碰硬，而苏兰的力量也终于被人认了出来。星辰之力，为什么这个受人心系的幼崽身上会有星辰之力？苏兰的星辰之力瞬间被在场的人察觉到，星冕顺着星辰之力的方向飞了过去，莫格也化身为黑龙飞过来，在那里他要找的人就在这里。这一次莫格他们没有来迟，在苏兰他们苦苦支撑的时候，来到他们附近。星冕一见到苏兰，血脉中的感应让他不由得走了过去。星冕和莫格略微出手击退了实验体，控制住了现场的局面。苏兰抬头看到了梦中一模一样的男人抱住了他，帮他挡住了来自安迪的攻击。这是苏兰和星冕第一次正式见面，初次见面，我来迟了，你跟他很像，我仿佛看到了年幼时逞强让自己受伤的心痕。苏兰被陌生人抱住，本该逃离，但体内血脉之间的感应，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拥抱，他感到了亲切感。苏兰向他绽放出了一个微笑，向星冕继续询问他没来得及得到的答案。叔叔，上次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我的妈妈又在哪里？苏兰猜测过，星冕会不会是妈妈的兄弟之类的？他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又跟梦中的银发女人太像了。他的亲戚观念里想不到别的角色。星冕优越的外表说着让苏兰诧异的话，我不是叔叔呗，我是你妈妈的父亲，你该叫我老爷。星冕异色的瞳孔倒映着苏兰的身影，越来越慈祥。你叫什么名字？我带了礼物送你，等出去之后跟我一起去拿吧。苏兰震惊看着面前年轻的星冕，这个老爷差点没说得出口。我叫苏兰，老爷为什么你这么年轻？星辰一族作为星际长寿种族，他们一生中都是他们最美好的年纪。莫格吃醋般将一个异兽捏碎，一把将苏兰夺回来，巨大的龙翼将苏兰藏了起来，守护着自己的女儿。宝宝，到爸爸这里来，你要是丢下我，我又要变成空巢老龙了。他就知道星冕是过来拐小孩的。跟苏兰重逢时间并不长的莫格，舍不得苏兰离自己而去，又纠结的希望苏兰能有更多的亲人，不像他一样孤独。这是星痕的孩子，我决定带他回去继承家业。胡言乱语，我的家业他也是继承人，你带走他干什么？星脸和莫格两人在这里为了争幼崽，又开始暗中较劲。这画面被他人看到，但是听不到声音。有没有人懂看口型？
型的，解读一下，总感觉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细思极恐，有没有人发现这个幼崽有2个能力，不仅有兽人的能力，又有星辰一族的精神力？难不成这个幼崽会是未来2个星系的继承人？苏兰与星辰一族之间的联系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而星辰一族的选手和附庸见他们的反应，已经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台下的人怎么想，针对苏兰而来的危机还在继续。安迪的实验体经过多次的改造，强横的不像话，先前被星冕打碎了，现在又重组回来，现在可不是你们叙旧的时间了。多么感人的相逢画面，让我来亲手打碎你们这的幻想。与其说是安迪，更不如说是星子里换了个人。罪魁祸首正操控着实验体，透过他的嘴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欣赏这幅就相识厮杀的画面。失去理智的他再次盯上了苏兰，堵住了苏兰所有的去路，不让莫格他们把人带走。莫格和星冕哪会让实验体靠近苏兰，出手对付驯鹿，直到他失去战斗力倒在地上。随着安迪实验体的倒下，莫格感到了不对劲，他认识的安迪战斗力根本没这么差，这简直是削弱版本。他回忆起了战场中安迪常用的杀敌手段。莫格脸色乍变，大喝出声：不对，这些都不是本体，是声东击西。他的本体藏起来了。此时就见地底裂开了，无数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无数根藤蔓从地底伸出来，握住了苏兰的脚腕，将他拖下了地底。空中的小光球目眦欲裂，宝宝小心。